长官、贵宾、各位女士、先生，所有产业界的人士以及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各位今天出席台湾5G 垂直应用高峰会。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即将在整个上午进行精彩的演讲以及座谈。相信在2年前，我们垂直联盟成立之后呢，积极的鼓励所有的国内厂商一起联合手来，能够为我们的产业架造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并且积极跟我们政府单位呢进行沟通，希望最后能够结合所有厂商的力量，一起整合输出。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政府跟民间共同期许的愿景。那么今天呢，特别在全球科技盛会 Computex Innovex 举行期间，我们再次举办台湾5G 垂直应用高峰会。今天的活动其实非常精彩，我们也欢迎线上朋友跟我们一起加入。那么在一开始呢，我想先邀请我们的台湾5G 垂直应用联盟的会长王超群，同时也是国众电脑董事长上台我们致辞。我们掌声欢迎王会长。经济部技术处邱处长。我们这个富国网的邱董事长，我们最重要在硬体上面发展非常成功的合作，我好的朋友 James， 我们的这个人保，我的邻居，邱副处那个范副处长，大士科的陈副总，神通的陈副总，各位产业先进。各位好朋友，各位在线上的好朋友们，大家早安！早，大家好，我是5G 垂直应用联盟的会长，也是国众电脑的董事长王超群。经济部和台北市电脑工会携手促成了我们台湾5G 垂直应用联盟的成立。在这边，我要特别谢谢经济部技术处，在过去对我们5G 产业政策的支持，跟这个产业发展不遗余力的帮忙。今天我可以很高兴的跟各位报告，我们5G 垂直应用联盟在2019年成立的时候，只有8家的创始会员，到目前有112家的会员厂商。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头，我们承受了经济部技术处在我们这个5G 产业的协助帮忙。我要跟各位报告，我们这个产业联盟最重要的就是提供我们5G 产业的专业的建言，希望在频谱上面，希望在 O-RAN 的技术规格、政策发展上面提出一些建言。而且这些声音，我要谢谢邱处长，您都听到了，给我们很多的协助，很多的帮忙。在过去的2、3年里面，我们5G 垂直应用联盟除了提供在政策建言上面、人才培育方面，或者是展场上面的交流、厂商互动的这个联盟之外，我们今天很高兴的利用全球科技盛会的 Computex Innovex 的这个场所来举办5G 垂直应用的高峰会。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对于5G 垂直应用，我们结合了在不同的领域的厂商利用的5G 很重要的特性，高速度、低延迟、大连接的应用，再加上不同领域的 vertical 的系统整合商，把它的 AI、AR、VR 加上我们垂直领域的应用，把它整合在一起。今天要一一呈现给在座的各位贵宾以及线上的来宾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相信在政府技术处、经济部技术处的全力支持之下，我们这个产业可以结合不同的 technology。这个联盟最重要把 IT， 就是资讯科技、通讯科技，以及我们 OT， 就产业科技、营运科技整合集合它的 technology，
把我们的数位转型的能量释放出来，在经济部技术处的指导之下，我们培育我们不同的产业，5G 产业的制造 ，Orient 的制造，或者是 Vertical 领域的解决方案，激荡出不同的应用。然后呢，在政府的领导之下，我们希望结合各个厂商，在未来我们5G 专业专网频谱的这个汇率上面，我们能够提出更好的一个建言，来帮助我们5G 垂直应用的激荡出更多的 application， 更多的领域，让我们台湾的5G 产业呢，能够在技术处的领导之下呢，创造外销，创造国外的商机，带领我们国内5G 产业呢，达到另外一个高峰。在这边呢，我祝福我们今天5G 垂直应用高峰会顺利成功。非常谢谢经济部技术处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支持，谢谢各位，谢谢。谢谢，非常感谢王会长的开场致辞。正如会长所说，在2019年成立的2年来呢，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也非常感谢技术的协助。其实这个在极速的5G 已经发现之后呢，接下来如何竞速，就是我们产官学研希望能够一起发展的。那刚刚在致辞当中呢，也一再的感谢到我们政府单位，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欢迎经济部技术处的邱球慧处长也莅临现场，我们欢迎邱处长上台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王会长，和硕的徐资深副总经理，神通的陈副总经理，大士科陈资深副总经理，人保范副处长，各位业界的先进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我想杜总干事，那我想很高兴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算是睽违2年了我们的 Computex 终于这个举办这个实质的这样的一个展会我想这个我们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见面。那我们也选择了这个场合来举办这个高峰会。那各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举办这个高峰会？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5G 的一个蓬勃的应用会带来很多产业的新的革命。那根据 Ericsson 他在去年11月的时候有做份研究的报告他估计这个5G 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个变革，以及可以带来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效应，在2030年会高达7000亿美金之多的这样子的带动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效应。不管是在整个5G 的产业，还是5G 在个别的这个垂直领域的应用会带来这么大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变革跟产业的一个效应所以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很具有产业商机的这样的一个大趋势底下的话，我们台湾应该是要掌握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的商机，在科技上怎么样能够去让台湾在全球的这个5G 的产业发展跟垂直领域的应用里面要扮演更积极的这个角色。那所以很多厂商他就可能他很想要去做一些5G 的一些导入，或者是说能够去做一些数位的转型，那可是他们可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切入所以我们政府就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们就来在算是2019年我们就来成立了这个5G 的垂直应用的联盟谢谢这个王会长，还有这个工会这个杜总干事，大家一起来协力的成立的这样一个联盟，目的就是说希望先由政府的一个先期的一个投资然后可以去创造更多成功的案例，然后再提出来，藉由这样的一个场合，再把这些成功的案例提出来，让所有的这些业界他们有方向可循鼓励他们可以利用这个5G 的这个科技来进行一些数位的一些转型可以在
这个所谓的后疫情的时代的话，可以提升它们的产业竞争力，同时也可以来发展我们的5G 的相关的，不管是设备的，还是服务的，还是应用的这个产业。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举办这个高峰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那有哪些方向？有哪些方向是现在5G 垂直应用里面最热门的方向？在 Ericsson 那个报告里面，他有提到现在最热门的方向是制造业。制造业是现在看起来是最具有 potential 的一个应用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也筛选了我们技术处在不管是法科还是业科，有好几项我们做了一些先期的一些研发跟投资的这些项目，来跟各位做发表。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提出一些好的一些role model，来让各位可以去做一些学习。那包括我们的王会长他们用这个智慧眼镜来做这个石化工厂怎么样利用 AI 5G 的这个导入来提高在石化工厂的一些公安的一个提高我想这个不只是对整个智慧工厂营运效能的一个提升，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些这些职工的一个安全确保是也能够有很大的这个效益。那包括我们的这个和硕它可以利用这个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导入5G， 甚至于和硕它自己的这些设备导入刚才徐副总他也跟我讲这个也得到了 Intel 的 endorse 的这样子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殊荣我想这个不只是拿出来让大家可以做一个 role model 的一个参考，事实上这个也很具有国际的市场的一个发展的潜力，而且对他们工厂来讲也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那第二个应用的领域经过 Ericsson 他的调查是会展会展。那各位知道了，会展当然第一个因为它比较大的频宽嘛所以它透过这个5G 的这个应用，可以让会展能够有更 real time 的更解析度更高的这个互动跟应用它就产生了很多无限的可能性。当然最重要的是疫情啦因为疫情的这个关系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是要改用线上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但是线上的如果说没有5G 的这种比较大的频宽的话，事实上感觉起来还是比较没有那么互动那么深这么深刻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的话 ，Ericsson 他就认为说这个会展是一个未来可能应用的这个第2名。那我们这一次也邀请了这个富宏网那来跟我们做分享这个在会展方面有什么样的应用？我们跟富宏网在高雄的展览馆有应用这个5G 的这个专网来做在展览方面的很多这种不同的应用我想这个非常精彩大家请敬请期待。那第三个这 Ericsson 他的报告它是显示最有潜力的应用的第3名是智慧交通。那我们知道这个智慧交通这个不管是安全性或便捷性乃至于说我们现在的电动化、自驾化等等的这些发展的趋势，就更有5G 或者是 AIoT 的这些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可以让我们的这些智慧的这些交通的这个运用可以更便捷更安全。所以我们这次邀请的这个神通大士科他们就提出他们近年在这个智慧交通智慧的这些捷运里面很重要很成功的这些应用的这些案例来跟大家分享。那试想我们现在在捷运里面我们的这些摄影机，这个摄影机都很被动嘛，对不对？有事再去调摄影机再来分析看看有什么样一些安全的疑虑。那人家现在是可以做到即时的分析，用 AI 的方式去即时判断有什么样的一些异常的讯息，直接用5G 的方式送到这个中控台里面做即时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我想这样的一个应用不但科技上是可行的，而且是保障不只是产业，而且是保障我们人民乘客的一个行车的安全我想这个就是5G它可以带来的产业甚至于是社会的效益。技术处这个承蒙这个王会长这个期许我请同仁在会前做了盘点我们在过去的从2017年到现在，光我们处理还不包含什么国发会啦其他 NCC 工业局，光我们处理
大概就花了有65亿元，在5G 的相关的这些技术的发展，跟一些垂直应用的一些导入。那同仁统计了一下，大概带动产业，因为政府你出了65亿的话，产业也要大家共襄盛举啊。它出了有185亿元，大家共襄盛举，让台湾可以发展更完善的这个科技的成熟度跟应用的这个成熟度。那所带动出来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产值，大概有1120亿元的这样一个产值。我想这个。向王会长报告，向各位业者报告，我们处里面，我们经济部一定在未来的这个5G 的技术的研发跟垂直产业的应用里面，一定是会来大力的投注经费来做支持。我以上大概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今天整个会议的一个目的，跟我们希望达到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效益。那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这个活动，把这些成功的这个经验可以扩散。那各个产业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导入，来利用5G 的科技提升他们的产业竞争力跟数位转型，同时也可以带动我们的设备业跟我们系统整合业者，可以把他们的 solution 可以做更大的发挥，甚至于推到海外的市场。我想以上是我对整个活动的一个期待，希望今天的会议可以成功，大家可以事业成功。谢谢各位。谢谢处长的致辞，请先回座。我想，诚如刚刚处长所提到的诸点我们希望所有的厂商能够集结在一起，那也非常感谢。这也不是只有技术处的事情包括工业局的整个经济部都动起来。那么不管是在各种垂直应用以及场域方面呢，也都提供了各种试验的场所。那我们再次感谢技术处邱处长莅临致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当中也可以说是在过去联盟成立2年之后一个成果发表会。我们有很多厂商会员，他们在这段期间之内都有很亮点的成功案例。而接下来我们要透过这支影片，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些亮点成功案例。我们现在欣赏一下这支影片，有请。2022是5G 应用发展关键年，全球已有超过200个5G 网络商转。5G 连接超过6.4亿个终端装置，在许多垂直应用领域带来革新。经济部技术处与台湾5G 垂直应用联盟携手合作，造就台湾5G 应用蓬勃发展。为提升巡检员的应变力与巡检流程正确性，国众电脑与宏达电在南亚适量产工厂导入 AR 智慧头盔。将第一视角画面及时传到中控中心，透过系统自动侦测比对巡检项目，并远端及时协助现场人员危机处理，降低公安事件的发生。和硕专注于5G 专网开发，透过及时的分析与生产资料传递，厂内同仁可了解产线设备运作状况。远端开发团队也可透过平台取得资料，与生产团队异地协同合作，解决产线问题，打造零时差5G 智慧工厂。为降低公安风险，富宏网与恒隆科技透过5G 企业专网、人工智慧与 RFID 技术，提供仓储空间 AR 智慧驾驶、智慧仓储影像监测以及厨卫物品即时辨识功能。系统能自动规划最佳拣货路径，大幅增加仓储处理效率。大视科与声波通讯整合5G 与 AIoT 应用，与北捷打造5G 运输智慧即时监控平台，提供捷运车厢人员异常移动、人员倒卧、人潮疏导等即时影像告警服务，以强化车厢乘客安全。为了协助轨道产业转型，神通资科与神云科技整合了5G 通讯及人工智慧，开发列车远端即时监控、设备异常辨识、排班调度智慧化、即时资讯仪表板等技术，协助轨道业者有效改善轨道营运痛点，提升运输服务品质。城市基础设施即将迈入智慧化，人保与斯纳捷科技推动5G 智慧感，整合500种以上联网装置，提供照明、环境、灾防、交通等整合性服务，成为智慧城市 AI 总管家。台湾5G 产业结盟，持续引领创新，迈向国际。
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也所有在当中的厂商的一个掌声啊，谢谢他们这2年来的发展，也是带领其他更多厂商呢迈向创新。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天高峰会的焦点仪式，我们想邀请几位贵宾上台就我们的仪式位置。首先，我们欢迎人保电脑范刚明副处长，有请。第2位，我们邀请国众电脑汤惠刚资深副总经理，欢迎您出让我们舞台上。下一位是大同世界科技陈志宏资深副总经理，有请。第4位是和硕联合科技徐衍珍资深副总经理，欢迎。第5位是神通资科陈习玉副总经理，欢迎您。下一位是富宏网邱登松董事长。我们再次欢迎台湾5G 垂直应用联盟会长王超群王会长，以及经济部技术处邱球慧处长。在我们台上呢，将有第1阶段有8位贵宾，他们手持他们单位的手举牌，一起拍下我们今天第1张照片。好，请各位摄影朋友、媒体朋友们预做准备。好，请各位贵宾看我们的正前方，有很多的媒体为各位取景。好，看前方哦。好，我们一起在今天呢，能够透过极速5G呢，在政府以及联盟带领之下，一起竞速未来。好，各位，我们这是第1张照片，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协力厂商呢，也一起上台。我们欢迎思纳杰科技庄启成总经理，第2位是明志科大陈延珍副教授，接下来是声波通讯黄凡伟协理，接下来是台湾微软陈守正首席技术长，有请下一位是神云科技许家化资深产品经理，下一位是恒隆科技刘台华总经理，接下来是工研院资通所许东阳主任，以及美国高通工程总监侯玉展侯总监。好，请我们第2排的贵宾呢，能够插空隙哦，让各位也可以露出我们的脸庞。好，这一张呢是我们的第2张合影。好，请各位媒体朋友以及工作同仁。好，第2排稍微往前一点，来。我们这一张呢，先看前方，等一下我们再邀请会长跟处长一起带领大家伸出我们的大拇指来一个 thumbs up， 预祝我们的台湾5G 合作联盟未来呢能够前景可期。好，请看向前方。好，第2张我们请会长跟处长呢带领所有的厂商们一起 thumbs up。透过今天的高峰论坛，我们一起竞速5G，竞速未来。好，我们把视线往后方，我们在高台上有些媒体，我们也把视线呢给我们后方好不好？我们有摄影朋友呢高举单手，请看一下前方后方的镜头。3、2、1，好，谢谢，非常感谢，谢谢我们在台上的16位贵宾，谢谢处长，谢谢会长，我们请各位呢陆续的回到您的座位上，非常感谢。在一个简单隆重的开幕式之后呢，我们今天将迎来了非常精彩的专题演讲以及成功案例分享。按照我们的规划呢，我们这一次呢会有一场精彩的专题演讲，跟各位讲述5G 发展的现况以及未来发展。接着6场精彩的案例分享也会提供给各位，而最后呢会有一张综合座谈作为今天的亮丽结尾。所以我们首先呢就要欢迎我们这一场是全球5G 专网垂直应用大趋势。我们邀请到的主讲贵宾是美国高通公司工程总监侯玉展侯总监上台我们讲述，我们掌声欢迎侯总监，有请。好，喂，邱处长、王会长，各位现场以及线上的贵宾与产业先进们，大家好，我是美国高通公司工程总监Jim侯。
首先非常感谢台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公会的邀请，有幸能够参与高通5G 台湾5G 垂直应用高峰会，与各位在场各位针对5G 联网创新发展进行交流。5G 自开台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许多突破性的应用案例在各个领域绽放光芒。随着相关技术不断的向前推进，我们正快速迈向一个更连结、更智慧的世界。而高通作为全球无线技术的领导者，我们认为 5G 是创造智慧连结新未来的基础。今天我将与各位分享，透过 5G 所能实现以往通讯技术无法处理的智慧连结、智慧创新，以及结合 AI、云端、物联网等技术 ，5G 能如何推动所有产业落实数位转型，带来更具互动性与沉浸感的使用者体验。截至今日为止，全球已经有超过210个营运商启动 5G 的服务，而同时呢，还有275个营运商正在投入这个研发这个市场。我们估计呢，在2022年，今年市场上即将会有7亿5千万只的 5G 智慧型手机出货，并且在2023年达成10个亿以上的 5G 连线。这个目标相对于4G 市场呢，提早了2年。而在2025年呢 ，5G 出货呢将会达到50亿。可以想见，在未来，这个5G 联网的技术呢，所能带来的无限商机。我们很快来回顾一下 3GPP 在规划 5G 技术上的蓝图。Release 15呢，也就是第一个 5G 商用的版本，专注在 5G 宽频的基础建设上，而营运商呢，能够帮助营运商快速布建、升级 5G 的基础建设。因此呢，我们在2020年开始有了 5G 智慧型手机，以及小基站或是联网 PC 这样的产品。而在接下来 Release 16的重点呢，将会放在支援 5G 垂直应用上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可以达到一个相当稳定的低延迟的一个连线，然后对于时间非常敏感的网络的一个资源。同时呢，在装置上呢，可以做到 Side-Link， 就多的装置的一个连线。同时，那这些呢，都是进入一个工业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基础。而同时 ，Release 16呢，也将会对于一些较低频宽的，像 NB-IoT 或者是开放网络的一些资源。所以可以想象 ，Release 16真正是实现了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基础。而我们今年也会看得到 Release 16的一个产品出现在市面上。而在 Release 17未来进一步呢，将会支援更低，像是 MCU 或者是低运算能力的一个装置。同时呢，可以 support 到微秒等级的低延迟的，像是 SR 这样的应用。同时，以及室内定位可以达到公分等级。而随着 5G 的这个正式商转呢，它已经在这个各个产业呢，进行了数位的转型。根据 IHS Market 的 report 呢，我们5G 呢，即将在2035年达到超过13兆美金这样的经济规模。而影响的产业呢，从治疗、城市、工业应用、农业、市场生产、运输、交通、零售以及散热能源，而这些都是来自于大家对 5G 未来技术蓝图上的期待。在过去，企业的中网上的需求呢，其实已经出现在各种应用的垂直应用的领域里面。
而这些应用企业专网的应用里面，最常使用的一个情境呢，就是物流的掌握。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当你的货物从你的港口进来之后，你要利用各种的感应器，各种的资讯的收集的装置，甚至有一些运输车，或者是那个各种智慧装置的资料来收集你的物品的追踪的资讯，而这些资讯呢，必须要被及时、快速的传输到中控系统或者是后端的云端。那在过去呢这几年，我们其实有大部分都是使用所谓的传统的 WiFi 的连接方式，而5G 的出现呢，可以的大频宽、广连接、低延迟呢，更可以将这种物流的情境使用呢，垂直应用推升到下一个境界。而5G 带来的大容量、高传输呢，又给了我们使用者一个更高的使用者情境。在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情境，这是一个球场。我们球场的实况转播呢，它可以是一个 multi view 多个视角的那个角度，而在现场里面可以有数以万计的使用者，他可能也同时在进行了这个资料的直播。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对于频宽上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也非常的挑战。而5G 呢，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技术，可以让这个使用者的情境实现。而企业专网呢，企业专网呢是各国5G 进入商转之后。陆续开放了企业专网的一些频道，这也是代表着其实各国对于5G 的投资跟建制呢，非常的期待。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 3GPP Release 16也针对了企业专网呢，有了很好的一个资源。而在这一波5G 发展的热潮当中，台湾也没有缺席。在2020年。高通跟中华电信以及日月光，我们合作一起建设了第一座5G 毫米波的智慧工厂。而在这个工厂里面呢，我们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利用 5G 的联网实际收集在这个工厂里面的一些实际的一些运作工厂的一些实际状况，达到了自动巡检，而且远端的维修，甚至智慧教育的这样的功能，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个首创。而去年呢，我们再度跟中华电信、启基科技以及广达电脑，跟国家两厅院一起合作，我们推出了一个异地共演、虚实整合这样子的一个展场的一个表演。而这个在去年发表的时候呢，实际上的一个现场展出呢，我们有允许了5000个观众在现场，而有15000个观众在线上，及时的跟这个表演呢做一个直播或者是互动。那这些呢，强调的都是对于上传这个频宽的一个需求跟挑战。而就在不久之前，我们继续跟远传在合作了一个智慧边缘一个智慧运算的一个的应用，而我们使用到了那个一样是使用到5G 的这个专网，我们可以有效的让人工智慧这个影像的辨识呢，成功的被导入到那个工厂的领域里面。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垂直应用的领域里面呢，我们跟 DT42，也就是卓卓科技这边有一个合作，而卓卓科技呢是高通 QITC 2019年新创的入围名单。那它的专注呢在于 AI 影像的一个辨识。我们很高兴呢，可以辅佐那个台湾的这个新创产业，
成功的导入这个5G 的垂直应用里面。在工业4.0的转型当中，企业专网扮演成功的关键因素，而企业专网的挑战呢，在于一个稳定的连线，一个安全的连线品质，以及低延迟的这样子的需求。而5G 呢，正适合这样子的一个更是这个建构这个企业专网最佳的一个选择，因为呢，它不但是可以提供一个专属的一个网络频宽的需求，而且它有达到行动通讯的等级、安全性等级，而它最佳化的低延迟呢，能够确保你的 QoS 可以满足这样的各式各样的一个应用的一个需求。而5G 呢，专网更适合就在于它之后的扩充性跟相容性呢，会是有更好的资源。高通呢，我们认为接下来在5G 的世代里面呢，所有的装置呢都会充满了智慧，它上面会帮我们收集了很多运算的一些资料，而 AI 呢更是推动产业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技术。但是我们发现你的这个运算的那个人工智慧的这个训练的成果呢，也需要透过一个方式来deploy 在这个装置上面，而5G 呢，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催化剂，加速这个人工智慧在装置上的布局。这边可以想象，就是接下来的事件呢，是很多装置呢都会有一些收集资料、运算的能力，而这些万物联网的这些资讯里面呢，它要透过一个网络呢，来跟你的在云端上的 server 去做资料的交换。但是呢，你的不确定的延迟呢，你会限制了这个智慧装置的反应时间。所以呢，我们这边认为，在 Edge 端做一个分散式的云端的 Cloud Edge 这样子的应用呢，可以产生更大的这个效应。而这个效应呢，搭配这个5G 专网的实现呢，可以更有效的可以达到满足这个5G 规范里面的低延迟的应用。我们相信5G 专网，它结合这个 Edge 这个运算呢，可以对于生产效率以及保障那个资料的安全性呢，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效益的发挥。而 3GPP 里面呢，也为这个5G 丝网的这个专网的这个资源呢，开放了API， 让你可以去扩充，结合各种不同产业的 know-how 来建立这个 private 的 Edge 这样子的服务。所以我们这边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契机。你可以做到就是更及时的一些互动，以及分散式的 AI 的一些训练，或者是deployment。那同时呢，把一些云端的运算的一些 power， 把它放在 Edge 端来加速这样子的应用。所以在未来的工厂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有了5G 的服务之后，你的连线会更为精简 ，deployment 会更为方便，而且可以延迟可以更为更低，而且更有效率。而在智慧城市里面呢，有许多智慧城市上遇到的问题，比如说你要做一些交通的运输的管理，或者是灾防以及那个水源、电源的一些监控，而这些呢都是智慧城市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电源呢，
我们5G 提供了一个双向的一个互动，所以你可以在装置上可以及时的反映装置的一些状况，对于能源的耗损跟监控可以有效的达到这个节约绿色的这样子的环保的功能，而这样智慧电网这样的运用也是我们积极在部署的一个方向。智慧医疗，我们在智慧医疗里面就是也有很大的一个投资跟那个发现。其实要透过5G 丝网病人的一些资讯呢可以被有效的保护，而透过远距医疗的方式呢，你可以突破这个城乡差距，可以让病人跟医生可以及时得到一些互动。这个也是在我们认为在产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潜能。而5G 呢，也在改变了运输以及汽车产业。我们已经有跟许多全球汽车制造厂商有了一些合作，他们在汽车的改变上，不管是从制造，或者是在提升车使用的一些的体验上呢，都朝向都有一些合作。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资料的收集方面呢，使用者的一些体验呢，透过5G 的联网，跟这个智慧城市相结合，我们可以让整个在使用汽车的这个整个 life cycle 里面，可以得到更多的服务，而这个也将会刺激一些新的一些服务，针对这样子的运输这样子的而发展。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为了支援这个未来这个10年这个各个产业的联网技术不断扩大的要求的情况之下，5G 呢正扮演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而5G 呢驱动全球产业的变革以及巨大商机，是高通有史以来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是台湾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价值链的最佳机会。如同我前面有提到的一些，我们有跟台湾多家企业合作的案例，我们认为台湾呢具备有完整的资讯通讯产业供应链以及人才的优势，在发展5G 的垂直应用以及跨产业的研发的创新呢，都非常具有竞争力。而高通呢，也将持续借由累积多年的科技以及产业的技术，为这个生态系提供关键技术的资源，并且携手台湾的企业伙伴、新创团队，加速推动这个5G 垂直应用的发展，共同实现一个万物智慧连结的新世界。谢谢。好，非常谢谢侯总监的专题演讲分享，有关于5G 的现在及未来发展的方向而且透过高通自由家企业的案例呢，也重新的是重述我们在5G 技术里面的高速度、大频宽以及低延迟的特性。我想多连结这个特性，大宽频多连结这个特性呢，主要是为了达到外物联网让各个产业呢都能够重新翻一番，在转型之后呢，能够产生经济的新动能。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一般民众所使用的4G 呢，是改变了生活，可是5G 的到来一定会改变这个社会，也是很多的企业厂商呢可以加码加进的一个领域。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精彩的6个案例的分享。那我们第一个案例呢，是谈工厂的远端守护者智慧工厂巡检系统。我们欢迎国众电脑汤惠刚资深副总经理以及明志科大陈延珍副教授2位一起上台。2位呢将过来共同分享，也跟各位预告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稍后还有一个综合座谈了，所以我们时间呢也比较紧凑一点。现在就请2位呢来分享我们的第一个成功案例，有请2位。好，各位贵宾大家好，很高兴有我还是习惯站着啊，这样才有力气嘛啊。各位先看一下我们的 sample， 我们是最传统加上现在最先进，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件事，工厂的远端守护。我们是从事化工业的，化工业这从应该算到现在将近有120年了，它其实是最早自动化的。各位你想想，我们在做国中做实验的时候，一个烧杯的东西加到另外烧杯，所以过锰酸钾它会产生反应。
你可以想象，你那个2个管子倒进去的时候，你就在害怕咯。可是我们的反应炉可能比这栋楼还要大，那你想，那更害怕什么？更害怕危险。我们的公安发生任何一次的时候，它可能就价值50亿。然后我们的管线里面可能有上万个管子，有上10万个、甚至几十万个仪表。为什么？因为要知道它每一个节点的温度、每一个节点的压力、每一个节点的材料的流量，有各种参数，最终要控制。你看这么大的一个炉壁里面所有的温度，那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复杂，它早就已经自动化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要很多的人去管呢？因为机器永远是有误差的。各位有没有用3用电表量过电池的电压、电阻？第一件事要做什么？要校正归零。你如果电阻你没有归零，这个我这个电阻很好，很低，都错的。因为你先要归零，要校正。那请问谁在校正？机器在校正吗？不是，是这个人的眼睛在校正。所以人才是最精准可以确定安全的。所以我们最重要需要什么？我们不管是有多自动化，你就必须去看，因为一个仪表到另外仪表，再传到另外仪表中，总是就会出现你不知道预期的状况。它亮的时候你不知道哪里出问题，它也会告诉你哦。可是你去看的时候，就是不对啊。然后人去看的时候，不对，是这里影响到那里。所以所有的公安发生最后都说原来是这样。对啊，那你为什么提早不发现？因为我们的巡检是每天都要做。各位，你想想看，你每天都在洗、都在刷牙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每天都去检查你哪一个牙齿刷干净的程度是100%？不知道啊。所以你今天刷，明天刷，你100天之后刷，你已经习以为常了。人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各位问你，你睡觉的时候手是放在棉被里面还是放在棉被外面？你起床的时候是先伸左脚还是先伸右脚？你会想半天呢。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习以为常，这个在老手没有问题，可是等到新手的时候呢，他哪里会知道啊？你只有给他一本书啊，所以他就会错。所以你看，我们有花多少精神，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带了一大堆的检查。你如果走过去这个要量气体，然后这过去要量什么？请问他的小脑袋里面记得了那么多吗？要training啊。那training之后呢，他离职了呢，另外那个人才来3个月呢，怎么办？而且通常出问题的反而是老的人今天不在的时候，新的时候照做怎么这样？师傅嘞，卡电话，最后呢，我们前一次50亿的损失就是这样，明明就发现了。他就说明仔载师傅没地那下午等他回来我们再说，下午就报了。为什么？你要马上让他知道。可是因为他没有做过所以要找师傅所以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有一大堆东西。可是你想想看，叫你每天背这么多东西，等到第100天、第200天之后，你会不会想说这不待机了？这个有没有可能先放着？有可能啊。人的疏忽才是安全最常出现的原因之一。所以你发现我们所有的公安最后都是什么？都是人为疏失。那所以人为是怎么办？你能怪他吗？没有办法。各位，你问你自己就好了。你开车开了100天，开了200天之后，你会不会疏失？你每天都这样子转，你转了100次之后，你还会不会疏失？都会，人会忽略。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把他的设备整合起来，降低，释放他的双手，让机器去帮助他辨识。所以我们整个过程就是希望这样做。我们的厂区在我们麦寮有4公里乘以8公里，有32平方公里，里面有70几个厂，每一个厂里面都有上万根管，都有上几千根管子，都有很多地方要巡检。你每次巡检这个点，大概平均要1季才有全部一个厂把它巡检完1次。那你想，各位，你扪心自问，你1个月前巡的那条路线要巡的东西，你还记得吗？要巡的重点你还记得吗？你都不记得啦。所以最常见的一定是就跟我们打扫厕所一样，洗手台要检查，最终有一个 checklist， 那个 checklist 你检查，刚开始新人会一个个检查，之后呢，老手这样，全部正常。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可是他有没有出过问题？没有。1万天出现1次，但是那一次可能就50亿。你再来骂那个1万天前的人没有用了。所以人会疏忽，机器不会疏忽，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要告诉他，
你走的那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我就是要检查这个位置，你到了定点，我机器就已经知道是在这里了。那你看的检查的东西是不是这个表？是，因为有个表在旁边，你可能今天眼神呼应，哦，是这个表，哎，对还是不对？所以要由机器告诉你。所以 5G 最重要的一个应用的辅助就是 AI， 因为我 AI 可以告诉你，我看到这个场景我就知道是它，我看到这个表我就知道是要检查这个表，而且我看到这个表里面内容，我告诉你它就是这个表，而且它的数值我已经传回去了。这个数值传回去跟我们的中控室，你说啊，为什么不用电子讯号送？早就送了，只是要 double check， 因为它也就是会发生现场的表跟中控表中心的表有差异。那说啊，差异没有差很多，没有差很多，对啊，可是会影响什么？任何的反应，各位温度只要不一样，它的压力只要不一样，请问它的产量是不是就不一样？它的品质是不是就是不一样？万一我有问题出来的是啊，今天产量很好，但是品质都不过啊，那是不是完蛋？啊，品质很好，今天产量完全降下来，哎也不行啊。那所以产量、品质最重要，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我们几乎整个我们麦寮大概有2000个，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就是要确保它的品质、它的产量跟它的安全。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以前都是人，然后突然出问题怎么办？要重新关机啊。那哪一个关哪一个？各位，我们做化学实验就知道，什么动作先做，什么东西后做，就会完全影响你的安全性。所以我们关机也是要做。那关完机之后要开机啊。所以开机有8个点，哪一个要先做，哪一个要后做，哪一个再做。而且一个开关不是一次开到底哦。各位有没有开过车？你马上冷车的时候，一个大加油，请问车子会不会跑？不会，它然后突然在你不知情的状况突然加速。所以为什么很多的那个三宝司机，他会突然怎么明明他应该慢慢的怎么会通出去？因为他加油的时候他觉得怎么没动，所以他就加大一点。结果等到动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收脚了。这就是有没有经验。那这应该谁来帮你处理？我们要有设备来辅助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你在哪里，要告诉你所有的检查的东西都要传回去，跟我们的系统做比对之后，去自动做判断。然后当你有不清楚的地方要怎么做，后面就要做了，要传递回来。你看到东西，中控室也看到了。老师傅30年的老师傅今天休假或者是隔离在家，他也可以看到。所以老傅师傅就说做什么？他还可以标注给你看这个表，那个中间那个中那个什么中是倒一个中央呢？中那个，他就直接画给你看，这个啦。哦，我看到啊，把那个打开，他就可以去打开，然后他马上传了，而且不是只有他知道，中控室人也看到了，3方确认了，就表示今天不会出错。然后不会出错，他还要告诉你那个情况是怎么样，情况是怎么样。所以我在学的过程中，那你说，为什么不用 Edge AI？ 各位你自己如果有试过，在智慧眼镜，我们如果跑1个 AI， 大概10分钟就没电了，因为它没有办法，因为运算是很耗电的。那我们要兼顾使用数，又要兼顾我们的应用的量，所以我们老师这边做了很多东西，而且我们必须在 private network。各位，你是工厂，你愿不愿意把我们所有检查的影像放在公网上，让人家随便看得到？就算有多安全，我都还是会担心。所以，既然要放在我私网，是不是所有的程式我要自己掌控？所以我们老师包括所有的刚刚可以看到标注 AR 的工具，包括远距视讯，我们的前后指导，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掌握开发的技术。所以从进站我们就知道你到了没。而且为什么说，哎呦，这个人怎么那么懒？各位，你如果做同一件事做1000次之后，你看你懒不懒？所以他站在这个事上，而且系统就知道他站在这个地方。你说，为什么不用那个 QR code 标一下？那你怎么知道标的是那个人呢？你怎么知道标的是那张手呢？你怎么知道标的是那一张图呢 ？QR code 可不可以抠？那我们还可以用 FID， 反正你想到所有东西，我们都想过了，但是总是。科技赶不过人性，所以我们要一直想办法怎么样赶上人性。所以我会看到那个地方，而且我的系统会告诉你已经到了这个位置，所以它每秒更新，它就会知道它的路径，然后我多巡点就可以，我就可以一次看，它就把该查的都查了，有没有？我就不用一次按一个说全部正常，
AI 已经帮你全部查完了。那要怎么做到？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传输速度，而且大量的连接，我们才能做到这件事情。所以 Edge AI 重不重要？重要。Local 其实我们不算 Edge AI， 我们算是 Local AI， 因为我们只传在我们一个基站的底下里面。那快不快？在我们自己测试辨识，大概只要2个 millisecond 就到了，然后传过来传回去呢，大概在100个 millisecond 就到了。哥，你看，如果我们在4G 的时代，我是不是传一个到基站到 router， 是不是就要一个 mini 就100个 millisecond 一定超过的？各位，我们在用 pin 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了。那现在，因为我们是只传到基站，基站就回来了，就不用再传进外网里面再绕一大圈回来，它的速度就可以符合我们的需求。那我们的 AI， 我们就可以尽量一直不停开发我们的 AI， 因为我们不需要放在这个小小的 edge 上，我们就可以。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一台 Android 手机，它是一个变形的 Android 手机。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很多的 AP 都放在上面了？我们只要考虑它的使用的电量的问题。各位可能想，哎，我就带一个那个行动电源嘛。你如果已经带了我们刚刚那个将近10斤的东西，你还愿不愿意带行动电源？我们的第1代的头盔啊，那个摄影机只多了100公克，我们的测试者就说他戴的那个脖子都不会动了，所以他就要一直降低，一直降低。所以这是我们最新版，我们有2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我们国内的东西。那我很快讲完，所以我们已经取得了2张的那个证照，这个证书就是我们可以建制那个企业专网。那这是我们的架构，给大家做参考。以上，最后一个小小的影片给大家看欣赏。可不可以播？啊，没关系，时间没有了。欢迎大家下午的时候到。因为为什么不展示呢？因为好的东西要请各位亲自来，我再跟你讲，来展示给你看，它怎么辨识的。花多少时间？我们下午在同一个场地，在我们摊位，欢迎大家来现场看怎么辨识数位表，怎么辨识那个类比表。有人会讲类比表，那为什么不用换数位？你如果做工厂，你就会知道，我不愿意换，因为数位表大概3年要换一次，我的类比表一用可以用10年、20年。所以这就是 cost 成本，还有我们的效率的问题。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好，谢谢2位，也谢谢我们这位示范的同仁哦。我们另外一位讲者呢，他还没有发挥到，也许下午还有机会再邀请啊。好，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下一场，是加速升级智慧工厂，5G 与边缘运算的新智慧工厂。我们邀请到2位贵宾呢，一起步上舞台，分别是和硕联合科技王鼎允处长，以及台湾微软陈守正首席技术长，请2位上台。我想要在短短时间呢分享成功案例哦，也是考验我们2位的时间分配哦。好，来，我们现在就欢迎2位为我们讲述。下一页，这下一页。各位现场的贵宾大家好，我是和硕联合科技第6事业处王鼎允。那很高兴我邀请到台湾微软的首席技术长Danny。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微软陈守正 Danny。好，那今天我们想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和硕跟微软如何来合作，来打造一个5G 的智慧工厂。好，那首先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故事。目前应该没有一家工厂它是突然之间变成一个5G 智慧工厂。所有东西都是一步一步来。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和硕的工厂是如何的转型。好，那第一个，我们在全球有16个营运据点。那这16个营运据点最主要呢，还是以生产为主。那这个生产最主要的的原因呢，其实因为我们是制造业，没有生产，没有制造，我们就没有获利。所以我们每天在想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让我们的生产效率跟生产的品质可以变好，所以大概早在2013、14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思考怎么样去改进这样的生产效率，所以开始导入 AI。那陆续导入 AI 呢，发现刚刚前面国仲这边也在讲
AI 放在 local 端，其实有蛮多问题的，所以慢慢开始把这些 AI 的演算法搬到 server 去。在那个时间点，还不流行这 edge computing 的这个 term。最近这几年是比较流行。那慢慢的一路的走来，我们发现最后有一个网络的问题是怎么要如何能够被解决，所以我们开始去开发5G 的这个方案。所以和硕在开发5G 的这样子的设备跟装置，其实有一个蛮大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那丁宇，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刚才谈到就是说在和硕在整个数位转型上面非常的成功，那你也分享了这个过去的一些想法跟这些经验，好，这个来龙去脉。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再稍微分享一下有关于 AI 的应用？ 你们到底应用在什么样的一些场景？好，那这边很抱歉，我们就跟各位分享一下说我们在 AI。在制造的部分做哪些事情我们在多年以前就开始利用大数据去收集，包含作业员他的人格特质，这些人格特质有可能是男生女生，他的细心程度可以分配在不同的生产线上面，或者是执行不同的工作。比如说细心的人，他可以做一些比较细部的组装，这是光学的检验。那力气比较大的人呢，他可能去做一些比较大动作的组装。这是可能在如何分配作业员用数据分析。那另外我们也收集产线的所有的数据，去分析哪些车站的效率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像Smart Recipe 像这种是怎么样去做不同的 component 的搭配，来找出说怎么样的搭配它会有比较好的品质。那另外一块蛮大类别的 AI， 其实在很多工厂都看到的是透过 computer vision 电脑视觉，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电脑视觉去检验外观，去检验打件的这样子的一个良率，这蛮多这种应用在我们工厂。不过呢，接下来我就想请教 Danny， 就是说我们在工厂这边应用非常多的数据收集分析跟 AI 的应用，其实我们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工厂在不同的场域，所以如何去有效的收集数据，其实是我们面临到蛮多问题的。有可能它是一个简单的 PC， 简单的 sensor， 或者是比较复杂的 PC， 可是它可能会在部署在不同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我们面临到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像 computer vision。这种透过 camera 去捕捉影像，那一个蛮大的应用就是 surveillance， 另外一个就是像这种 AOI 的检验。可是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是，我们不断的需要去更新演算法，甚至需要导入新的 model，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被有效的去解决 ？OK， 谢谢那的确就像丁宇所讲，就是说在过往我们很多实验的场域单一的点去处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像和硕的经验，当你在全世界布建的时候，其实你就会面临到很多上面的挑战不管是部署或管理。所以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就是说，在微软呢，基本上在几年前，微软的 CEO Satya 他就已经规范了整个微软的发展方向，就是 Intelligent Cloud 跟 Intelligent Edge。所以他也认为全世界不可能只有一个 Cloud， 那就可以取代所有的事情，那必须还要有 Edge 端在边缘端的运算能够支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想法底下呢，其实就有一个是所谓平台的概念。好，所以你怎么样去 global？去管理你所有的点，而且有效的能够加以监控。所以这张图呢，给各位做一个这个概念性的阐述。各位可以看到右手边就是我们所谓的 Intelligent Cloud Microsoft 的 Azure， 那上面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服务，比如说 IoT 的 Hub。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你是单一每天大概就100万个这个 request 或100万个 device， 其实你要自己管理就很吃紧。更不用讲很多的场景，比如说你要做 smart city 啦，这个自驾车的一些需求或者资料量，你可能大过数十亿，所以你这时候其实需要一个云平台来帮你做管理。那各位可以看到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 Edge 端，然后在旁边还有 device， 所以 IoT 的概念是双向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们从端点会把资料
透过这个 Edge 端收集了，你可能也会做一些 local 的处理，然后往上去丢，因为有些法规的需求，你可能或者是 latency 的需求，你可能在工厂端就已经处理好了。那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大资料的运算可能要在云端。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你云端的一些应用怎么样去部署到我们的 Edge 端，其实这都是需要 Cloud 跟 Edge 端的一些互相支援。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针对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有关于一些 video 的部分。那其实这张呢，简单跟各位分享，其实在云端的一些服务呢，我们有一个 Azure Video Analyzer。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在 Edge 端我们可以沿用原有的一些像我们所谓 VMS Video Management System， 你原有的一些 Surveillance 的设备，你可以整合进来，或者是你有些新的 Camera 的 CCTV， 你也可以直接连到云上。那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刚才谈我们可能有不同的 AI 的 algorithm， 那我可以把不同的 stream 可以经由不同的 algorithm 加以运算，提出及时的 alert 或加以分析。那我想就说再请教一下鼎宇，就是说有关于刚才我们所谈的这个你刚刚谈到这两个痛点，可能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实际上在厂务端你们现在的一个大致架构是什么 ？OK， 好，正跟各位报告一下，是说目前和硕跟微软在我们和硕台北的新店工厂正在部署一个5G 的智慧工厂。那这整个架构呢，我们也透过我们自己开发的5G 的这些装置，包含5G camera、5G 的 dongle、hotspot， 还有 CPE 这种终端装置来连接现场的设备。那另外呢，也透过我们自家开发的5G O-RAN 的 RU、DU、CU， 甚至 Edge Computing Server 来部署在我们的工厂。好，那刚刚讲到 Azure IoT Edge 的部分，其实我们已经把它成功的部署在我们自家的 MEC Server。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部署哈，其实其中有一个蛮大的应用。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AI Surveillance 跟 AOI 的功能，透过 Azure 的 Video Analyzer 来可以去做不同的资料流、影像流的收集，然后部署不同的 AI 的 model。我想这是一个目前蛮大的一个突破。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淘汰现有的这些 AOI 的 camera， 甚至一些 surveillance camera。我想这是一个蛮大的 benefit。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最左手边有个叫 Rapid Deployment。这个是一个我们在内部在做的一个新的实验。其实我有一次到新店工厂看到怎么旁边堆满了一堆的 PC。这些 PC 呢，其实都是在制造业里面蛮重要的一个生产测试所需要的一种设备。那会堆在旁边，其实有一个问题点在于，可能这个产线在更换的时候，它的测站不见得需要这么多，或者是2-3年之后需要淘汰下来。好，这样子的 PC 其实是蛮大的资源浪费。所以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我怎么样去 unify 我的产线的设备，怎么可以透过乐高的方式去做堆叠。所以其实我们采用了抱歉今天没有 Intel 的人，我们采用了 Raspberry Pi。一套的设备基本上只有多少钱？3000到5000块。3000到5000块这样的一个设备，我们布置了数百上千个设备到我们的产线上面。那这个 Raspberry Pi 它有 USB， 它有 RS32，它基本上你产线 PC 所需要的东西都有，它甚至有 Touch Panel。那再透过 Azure IoT Edge， 我把 Container 的 Application 直接从 MEC Server， 可能这是1号测试站、2号测试站、3号测试站，这样子的不同的 Container Application。在我关渡的 R&D 就可以直接在办公室里面，透过 Azure 的 Cloud 把存在 MEC 上面的 Container Application 直接部署在不同的车站。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 trial。的确，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在 Edge 端，其实在 IoT Edge 其实支援了不管是 Windows 或者 Linux， 也支援所谓的 Container 的一个模式。好，我想这个非常的方便。那另外呢，就是说在5G 的部分，我们来稍微很快谈一下。OK。那因为微软呢，其实在前2年我们并购了 Affirm 跟 MetaSwitch，所以
去拼凑了整个完整的一个这种 Intelligent Cloud 跟 Intelligent Edge 最后一块拼图哈。所以我想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5G 在和硕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架构以及它带来的一个 benefit。OK， 好，那最后呢，我想透过这张图向各位介绍一下和硕的5G end-to-end solution。从最左边可以看到是user equipment， 刚刚讲到的 camera、dongle、CPE 到 RU、CU、DU。那这样子 RU、CU、DU 或者是 MEC7， 我们是透过标准的 X86的 server 的架构来部署我们的设备装置。那透过上层的开放式的界面，那另外在 MEC 的 server 上面，我们是采用 Azure 的 IoT Edge 的 solution。另外在5G 核网部分，就如同 Danny 刚讲的，我们是跟Microsoft Arfan 这边来合作，然后这种的 solution 是蛮适合中小企业来部署使用的。好，那是接下来可能今天下午我们会有一些硬体设备的一些展示在现场。那有机会可以希望各位业界先进来跟我们一起交流。好，那我们谢谢丁宇，谢谢 Danny。OK，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好，谢谢二位的精彩对话，也让听众呢能够感受到这个成功案例的整个实施过程。好，接下来我们进行的下一场是有关于智慧仓储以及智慧展演，所以就是2个主题一起上台。我们欢迎富宏网肖文贤协理以及恒隆科技刘台华总经理一起上台。各位产业先进，各位现场朋友，大家好。那我是富宏网，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跟各位介绍富宏网，那顺便邀请恒隆科技来介绍，就是说整个我们在台湾在5G 的一些专网应用。那首先的话，待会的话我先介绍一下富宏网它到底做什么。那第一个就是富宏网，它本身就是鸿海集团spin off 出来，那在亚太集团。在整个集团说被赋予在整个台湾做整个智慧工厂的赋能的系统整合厂，所以说的话，我们在智慧生活的应用会发现，就是说除了我们在 CT 的一些算是5G 的应用，还有包括一些联网应用，还有一些 OT 的应用，就是秉承我们在整个集团的一些制造经验，再结合所有的IT 的这些包像恒隆这样的 IoT 的产业。来提供整个在台湾整个做智慧工厂，不管是智慧生活、智慧交通的所有应用。那富宏网目前的话，在整个台湾有将近300多个算是 on-site 的工程师分布在全网。那我们提供是一个端对端的 end-to-end 的 solution 包括整个 FM， 就是说包括 aftermarket service， 让我们在台湾的我们的客户不用担心整个算是服务所以说的话，在这整个部分的话，是我们在整个台湾在做富宏网的一个智慧制造的一个应用。那我本身负责智慧制造这个事业。那首先的话，我们今天的话还是要先讲说我们智慧展演。那今天的话，我们还是要感谢技术处的指导，让富宏网整合整个国内所有的一些10几家的一些资讯资通业产业，提供一个国内完全国产自制的一个算是5G 企业专网那这个东西的话，富宏网扮演的话，从刚才讲的，就是说在5G 的从 DTU 到 CTO 到 CU 到 DU 到整个5G C-Core 的话，全部都是国内自制的。那这个东西的话，提供像今天的这个会场，我们可以让它更生活化一点，利用5G 的特性，我们可以做一些算是待会我会提到。5G 的顺转门，或是5G Multi Angle、Multi View， 让各位的话在做展演的部分会有更多的算是即时跟互动性。那你看的话，就是利用5G 特性的话，第一个我们可以帮各种的 AR、VR 或者 MR 的混合在这边，提供各位的话更互动、更即时化的、更多彩多角度的一个即时互动这是富宏网在整个5G 应用在整个高展馆。那现在也在高展馆提供整个高展馆在整个智慧应用或者是展场应用
让一些国内外因为疫情关系无法来台湾，那它可以透过这个5G 的企业专网的特性，可以跟大家做即时的互动，也可以让大家知道怎么去应用。这是整个5G 企业的专网的应用哦。那这个是我们目前的话在高展馆的一些应用哦，也就是说，它利用顺转门跟一些4K 的虚拟的一个算是摄影棚，可以让大家的话可以在旁边再多一个，可以做到最后一个虚实整合，甚至异地共唱。今天在台北唱歌，你高雄的话可以其实可以没有时差的，可以听到 live demo， 再跟你在左右这边一起共唱。这也是富翁网利用5G 的特性，来让整个展场更丰富化、更及时。那这个是我们在5G 电竞转播哦，现在有很多竞赛，因为没办法，因为疫情关系，大家没办法，像这次的 Comtest 也没办法的话，可以利用5G 的特性，做到一个即时互动 （multi angle 或 multi view）， 让各位的互动性更佳，让各位的产品或者是说的展场资讯更来得及时哦。这是我们在整个5G 的一些特性哦。那富翁网目前的话，在5G 的一些实验哦，包括我们在高展馆提供的5G 的企业专网，这是国内第一个国产自制的纯国产自制的5G 专网之外，第二个我们也提供了在市立联合医院，在整个异地共唱，还有这些大专院校一起合作。所以说我们在5G 的话的一些算是时机的话还是蛮多的。那这个是我们目前不管是 DTU、RU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5GC， 全部都是国产的一些算是在技术的指导之下，完全国产自制的一个 solution 哦。这是针对我们在智慧展点的应用哦。那下一个的话就是讲说我们在智慧制造的一些算仓储应用。那仓储应用的话，在我们集团的话，一直认为说仓储并不是一个说是最后一段，但是也是最紧张一段哦。那我们一直认为，除了现在在强调，就是说弹性制造，我们一直在强调弹性物流跟弹性的仓储应用。那我们提供端对端的 solution， 所以说第一个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不只是一些算是上位的 IT 应用，我们也认为说在弹性的仓储的话，今天是一个制造的一个厂房，明天的话可能是一个仓储物流的厂房。那它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整个针对台湾目前的一个现象，少子化或者说没有工人，或者说少资源或者没有厂房，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弹性运用哦。也就是看的话，就是说今天你这个厂房可以马上变成一个仓储物流的场地 warehousing。那假如说今天要扩厂，你可以把这个仓储物流马上打掉，重新变成一个厂房，因为它不需要做很多 infra。那我们提供的话，不管是在整个 high bay 或者是 low bay， 我们认为一直说我们在制造并不是要赚这个存货成本，而是要做个 high turnover rate 这样的一个 cash flow。所以说的话，我们会根据台湾目前的这种少子化或者说这种少量多样的特性，提供个弹性物流的弹性仓储的应用。那这个东西的话，会根据你的算是你的CRM， 也就是说你的存货库存去做一个设计，所以说让我们在整个存货周转会更快一点。那右边的话是我们目前在整个中小型企业或者是半导体企业目前的一个时机哦。那再来讲说我们在仓储的话，为什么今天要讲一个？我们只讲仓储这一块哦，因为仓储的话是最后一段，但是的话就是说我们如何让仓储的价值，并不是在做一些 dirty work。因为现在台湾的少子化，有很多人不愿意做一些很 routine 的搬运。那如何解决这种少子化 routine 的工作内容没有价值化，或者说公安问题？所以富翁网结合恒隆资讯，做一个就是说结合 OT 跟安全，然后的话再结合一个资讯即时化。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解决劳工力的不足，第二个我们要解决整个 WIP 哦，结合恒隆的 IoT 技术，我们可以让所有物流的产品已经即时做到即时化。因为以前的话，我们要在工厂要找一个半成品，要找老半天。那结合这种 IoT 技术的话，我们可以就一键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产品半成品跑到哪里。那在整个我们做存货盘点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现在台湾的大部分还是处于这种堆高机，常常都会搬这种大的 panel 或者就大物件的话，其实你看不到前面的物流或前面的动线，常常造成公安问题。所以说的话，我们结合了现在 AI 的技术，提供一些算是安全的即时解决方案。那最后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也提供了，就是说目前的话，不是只有推这种堆高机，我们也推一些算是完全无人自动的拣货 AMR， 待会会跟各位介绍。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针对算是仓储物流一个 total solution 哦。那无非呢，第一个就是说5G 的智慧仓储的影像哦，这个东西可以做到一个虚实整合，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的搬的货搬什么货，其实的话我们没办法及时知道。那借由恒隆这样的 RFID 跟 OR 技术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现在的货搬到哪里去，它在哪一个厨位，甚至的话它可以告诉你说这个货的外包装是哪个产品，它可以做到即时辨识哦。那第二点就是说，在做一个自动化物流方面的话，以前在台湾的目前的话，仓储的话，他们是一个传统堆高机，我们可以帮他去做改造哦。那就是说，帮他改造完变成一个算是一个结合 AR 加上是 RFID 的话，可以让他做一个导引系统，解决公安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拣货的效率问题。那当然的话，如果说在性价比可行的之下，我们还推动这个无人的搬运车哦，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想要做到无人仓储这一块，这是我们目前在做这个无人搬运，也是要做到无人的智慧工厂。最后的话，我们整合整个 dashboard， 让各位的话可以及时看到我们现在仓储的 where we are 的半成品在哪里。那这是我整个我们智慧仓储的架构，它结合了算是 AI 跟 AIoT 还有5G 智慧仓储哦。那下面的话，这是我目前的话整个结合我们5G 的一些 solution， 这是我们在整个 dashboard 可以让各位及时看到。那这一块的话，算是我们在整个5G 的话的一些 total solution。那下面的话，结合让我们介绍一下 RFID 的恒隆技术。各位好，我是恒隆科技。OK。恒隆科技是一个大概在16年前成立的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原来的团队都是作为 RFIC 的公司哈。但是我们大概15、16年前，我们发现 RFID 是有一个潜力，所以我们就我们经过到美国巡查以后，我们就决定大概在 Walmart 是2005年之前，我们就成立这家公司。我们的 focus 还是在 RFID 所谓的 UHF 超高频的哈，我们就持续这样开发到今天为止哈。当然中途我们也进步了，也结合了所谓 AIoT 的哈，甚至 Image 的哦。我们大概就从所以各位看到右边这张图，事实上我们不止 RFID 哈，我们只是 start 的时候是 RFID 哈，现在是一个不一样的哈。那恒隆科技是这样子 ，RFID 的应用在各产业都有哈。当这些都是属于一个单点的适用哈，尤其在工业界特别多哈。你看，不管是 container 啦，或者那个一些瓶子啊，或者一些生产中间的流程哈，还有一些甚至连交通的哈。有一张就是那个高雄轻轨的哈，它也用 RFID 来做一个所谓的监测哈，诸如此类啦哈。我们大概都是应用在所谓的这一些工业界上面的，但这些都比较不算是个系统哈，都只是一个 component 的 editor 哈，一个来监视的和 monitor。OK， 那这一次比较专重点是在这个哈，这个在全世界上事实上用的人都很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哈。各位知道 RFID 是一个监测系统，而它又 UH 又是个超长距离的，所以导致了很多的干扰性哈，包括我们对金属啦、对地啦都有一些影响。所以在恒隆科技在这个大概将近快10年之间，就在研究 RFID 的所谓的一些特殊的，包括天线。我刚才跟各位讲，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演算法。各位以为 RFID 是硬体，错，其实 RFID 是很多软体，它的 algorithm 才解决我们大量的 noise 的 noise 的 reduction 哈，这点才是最大的重点。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两个成熟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到工业界来做这个非常困难的所谓堆高机的 RFID application 哈。OK， 那这个是一个案例哈，我们发现，我们看到中间哦，它是有一个它 warehouse 它有一个那个平面仓的东西处理哈，他希望他把他的货从码头运进来放到每个位置去，那每个位置呢，他也希望这个到底是什么货放在什么位置上，他需要知道。
哦，那我们当然采用 RFID 的技术。所谓的技术是什么呢？我现在堆高机产货呢，因为这个物品上的 pallet 上面就有所谓的 RFID， 所以我 detect 到以后我就知道是什么站板。然后开始进到 warehouse 里面的平面仓的时候呢，我就放到地上。这时候呢，我们还是用 RFID 来侦测的 location。现在的技术是在我们头顶上面放一个 RFID 的 tag，OK， 准确度是非常高，大概在大概20-30公分之内我也 confine 一下它的位置，所以它就很准确知道 RFID 的什么产品放在什么的位置。接下来，但是呢，各位我们讲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客人说，那我光知道光是一个数字在上面，我觉得我不满意，我还希望看到东西，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在那平面仓上面，我们就有一个 camera， 我们很几个 camera 组成了一个所谓影像real time 的 visual 的management system， 是 visual特别强调一下 visual。那 visual 怎么跟 RFID 的ground truth 的 location 结合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技术所以呢，我们的客人呢，只要点到在这个上面的某一个位置，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 real time 的，是影像是什么，是放什么东西，也许是一个半成品，有一个是成品，也许是一台设备，我都知道。点下去之后呢，我还知道它是什么的 item， 什么的content 内容是什么。这个在台湾来讲，甚至全世界上也并不这样，很少人这样做了但是我们这次恒隆就结合了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大量的 image 的数据来做一个 image processing。这个已经是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准确跟 real time 的事情。OK。OK， 原则上是这样子。好，谢谢各位。好，谢谢二位。好，谢谢各位，请就位回座。那么我们在进行成功案例在智慧工厂以及智慧展演之后呢，我们转到另外一个重点，叫做智慧交通那么接下来这个呢，是在探讨打造安全车厢。运输智慧即时监控平台，我们邀请到的厂商代表是大同世界科技陈志宏资深副总经理以及陈宏玉副总经理。此外，还有声波通讯的黄凡伟协理3位一起上台，为我们来进行这一项目的成功案例分享。有请。喂，好，那个。现场的贵宾跟线上的产业前辈、先进，大家早安那谢谢产业垂直联盟、5G 产业垂直联盟王会长跟技术处的邀请那大师科跟声波来这边分享我们在智慧交通、5G 运输智慧即时监控平台的一个应用方案那在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师科负责业务的陈志宏那。在我右边是声波的威尔黄维环协理，那这位是陈宏玉，是我们大师科 RD 的技术主管那先介绍一下大师科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大师科在ICT 的产业这边大概已经耕耘了将近40年那我们在2000年从母公司 spin off 出来那资本额现在是8.8亿那我们的董事长是沈伯言，那他也身兼中华民国软体协会的理事长那肩负着台湾软体应用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公司大概主要的服务项目就是 AI 跟所谓的 IoT 的一个创新应用像我们这次的5G 智慧运输即时监控系统呢，就是 AIoT 的一个应用方案那我们在 AIoT 的应用方案，除了这个5G运输智慧即时监控系统以外，我们还有智慧厕所。那这个智慧厕所在去年也在龙山市发表过，那目前也在各个县市政府的公共场域也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智慧厕所的一个应用。那另外就是最近大家在讨论的这个 ESG，我们公司也有发展一个 ESG 零碳整合管理系统，协助这个企业在永续发展上面在碳这个盘查揭露方面，我有提供一个很好的这样的应用管理的平台。那大师科已经从传统的这个 ICT 的系统整合公司，已经迈向以这个客户为中心、服务为导向的一个垂直发展的应用的一个提供服务的提供商。这是大师科先简单的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请魏也来介绍一下声波。好，我们声波通讯相较于在座各位先进，是一间蛮年轻的公司。我们2014年的年底成立，迄今大约8年。
那我们叫声波，英文叫 Wavin。我们起家的产品就是室内行动通讯的覆盖系统，那我们叫 DAS。这个 DAS 在这个案子里面，这个北捷案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稍后会向为各位报告。那除了 DAS 之外呢，这些年我们声波也投入了很多5G 专网的部件。那很有幸的，我们也获经济部选为台湾的5G 专网国家队之一。那我大概说明一下，在这案子里面，声波的角色是部件整个 private network 的 infrastructure， 叫 C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然后我们大四科他们专业就是 IT 这边，他们去开发 AI based 的 smart applications 的 IT。那在 OT 呢，那我们很荣幸可以跟北捷的世界首屈一指的轨道交通服务商，他们提供我们 OT 这边的 domain knowledge。所以这是一个很完整的 CT、IT 跟 OT 的结合。谢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智慧交通这个轨道交通的一个市场的规模。我们请洪玉。大家好哈。那其实就像刚才那个处长所提到的，就是在5G 的这样的发展之下，其实有很多的垂直领域都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蓬勃发展。那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智慧交通的这一块。那大家可以看到投影片的那个右下角这边，就是说事实上有80%以上的人其实都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希望说能够用一些比较高科技，能够去用一些物联网的技术，去帮我们这种轨道运输能够做到及时的资料收集，还有能够把一些运用上人工智慧这样的一个技术再应用上去，然后让整个的轨道安全更加提升。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整个公共运输领域呢，大概在整个年产值大概有2000多亿，而单纯轨道就有384亿的这样一个规模。换句话说，这样一个领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投入。那我们也很高兴在这个场合里面，我们能够结合声波，那在北捷这个场域能够做这样的实现。虽然在轨道运输这一块的市场非常大，但是我们访谈过国内外的轨道业者，轨道营运业者，像捷运公司或是在台湾就是捷运公司或是台铁，他们最关切的还是在乘车上面这个乘客的一个安全跟他们的舒适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个新闻上常常看到说，这个捷运上有伤人的事件，无差别的一个伤人事件。我们也会在社群网站上看到有一些乘客在车厢内斗殴，那甚至我们在乘坐的舒适度上面，可能有些车厢比较挤，有些车厢比较空。那我们怎么透过我们的应用平台来去让乘客能够得到安全舒适的一个乘车的一个体验？这个是我们做这个应用平台最大的一个目的。那现在疫情也很严重嘛。所以这个口罩的辨识，我们也把它这次纳入在我们这次的这个5G 运输即时监控平台的应用之一。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为什么做不到？现在有什么痛点？我们请威尔来说一下。好，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都享受过北捷的服务。那北捷是轨道交通的，在世界上这是 gold standard。这样说好了，北捷他说第2，可能没有人敢说第1。那北捷怎么做到？他们 monitor everything， 他们在每个站里面有数百只摄影机，他们的手扶梯、他们 aircon 全部都有做 IoT 的连接，但是只有一个地方他们做不到，就是移动车厢里面的即时影像监控。这个其实不只是北捷的痛点，是全世界轨道交通的痛点。那我们看一下，根据数据，这是北捷他提供的数据，过去3年有超过7000个紧急通报。我们记忆犹新，就是几年前的郑捷，那其实光上个礼拜就有一个新闻嘛，有一个人在车厢里面去甩动他的，就是玩他的榔头，类似这样的事件，这样造成这个维安管控跟营运效率上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只能被动的，行控中心只能被动的接受通报，只能按你们车厢里面的 intercom， 然后只能用语音来描述，没有办法知道完整的状况。然后他们只能等车厢到了最后的。到终点站才可以把那个录下来的 video 取出来，那会花掉超过3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利用5G 的专网，实现了车厢里面的即时影像监控。就像魏友所说的，其实就刚才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
整个移动的通讯这里面，事实上还是有一个等待被解决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在这样移动的环境下，很快速的大量把这些影像传输到后端。那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就如同大概在投影片上看到的，我们从最底层的这种硬体设施，到整个的传输的网络，到最上面的应用平台，我们把它整个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把车厢内的影像及时传送到后端的控制中心。那后端控制中心呢，也可以透过利用人工智慧的技术，在第一时间里面去理解到、去了解到底在车厢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的控制人员呢，就可以用最好的方式去解决这车厢里面最及时的问题。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方案的竞争优势。好，这个案子的亮点就是我们高度采用国产化的自我开发的技术。那除了我们在核心网是使用美国微软的核心网之外呢，我们在基站这边是采用国内的领导厂商我们和硕的开发的 O-RAN。和硕 O-RAN 我们让在台湾在专网的规定的 N78的频宽下，然后它可以实现在列车高速移动下面 cross sale 的 handover。然后，而且他们可以，因为这是专网，而且是国内自己研发的技术，他们可以根据需求去调整上行跟下行的频宽，以满足需求。我们就想象一下，我们在车厢里面，你拿一只手机追剧，那是下载的需求，可是你要把你车厢里面的监控影像上传到行控中心，那是上传，完全不同样的使用场景。这是基站。另外上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DAS。传统你要怎么把5G 的讯号部署在整个轨道沿线上面呢？传统是用 leaky cable 泄波电缆，那一来是贵，二来是在5G 的高频的时候，频率响应没有那么好，所以在这边我们使用声波开发的 DAS，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 performance， 而且是 cost effective 的 solution。就如同魏友刚才提到的，我们整个平台呢都是在国产的一个平台上。那换句话说，在这个国产的平台上呢，我们就可以做很多我们在过去受限于外力的这种影响之下，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那同时呢，也可以结合大视科，在整个这种人工智慧也好，大数据也好，这种我们的这种系统整合的能量，然后我们把整个车厢的状况，我们透过人工智慧去做分析。同时，我们把这整个的即时现象放在一个 dashboard 上面，让所有的事情呢都可以被掌控到。好，那最后一页就是我来说明一下，虽然它是一个轨道运输的一个5G 运输即时监控平台，但是除了适合轨道业者来应用以外，那其实它有其他的5个面向，背后我们在发展这个应用平台计划的一个面向。第一个，我们在民众上面，我们可以提供民众一个安全、舒适乘坐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在场域上面，我们可以服务更多的人，因为这个捷运大家每天的这个载客量大概有200万人次，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可以服务非常多的人。另外，它是一个国产的方案，刚刚我有提到，那可以提升我们在国产厂商、本土厂商在5G 跟 AI 的一个应用的竞争力的提升。那另外，它对社会这个维安事件的降低的成本，还有未来刚如技术处处长邱处长所说，这个可以输出到海外，带来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经济效益。那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计划的一个分享。那谢谢各位的聆听。那如果线上的朋友有需要交流，可以在大视科的网站留言，我们会即刻跟你们回复。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谢谢3位的精彩案例分享，请3位回座。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下一场呢，主题一样是落在智慧交通。我们要谈的是5G 传输列车的防护监视，是跟列车有关。我们邀请到了2位一起语谈的是和硕联合科技王鼎允处长。我们再次邀请台湾微软陈守正首席技术长再次的上舞台，各位一起。是我们谈的是5G 传输列车防护，是和硕神通。好，不好意思，我们请神通的代表上台。
台湾5G 垂直应用联盟王会长王董，还有各位学界业界的先进朋友哈，大家早安。那今天时间不多了，我就很快的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那我这个分享就是应用5G 的所谓的台铁的列车的安全防护监视管理系统。好，那我的这个分享呢，主要有分4个部分了哈。前3个的部分是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计划的内容啊，这个应用的内容是什么哈。然后最后就第4点就是讲那个我们这个计划的这个实质的效益的说明啊，因为这个计划是我们交通部补助的啦啊，所以我们特别这个效益也要特别做说明的啊。那其实我们这个计划是应用在台铁的列车的安全防护上面啊。当然，我想这个普悠玛的事件大家记忆犹新了哈，所以台铁这边就特别重视这个列车的安全防护。好，那其实我们这个系统分成3个主要的部分哈。第一个就是在列车上的这个设备跟系统，我们有一些 gateway 装在列车上面啊，然后我们透过5G 把这些资讯呢传达到我们的一个 AIoT 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提供很多的统计啊、分析啊、预测的一个功能。那另外这个最右边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些统计分析的结果，我们透过我们的 API 传到我们的地面行控中心，还是一些工作站，做一些数据的呈现。Dashboard 站形式，这样主要由这3个部分来组成。那这个3个部分要能凑在一起，其实没有5G 我们就达不到。所以因为有5G，所以我们就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革新了哈。那这个传统上，我们现在台铁传统上哈。我们要做这个一个列车的运行，刚开始就是会有地面会有一个派班系统的一个规划，然后呢派班完之后，这个司机员拿着一个随身碟，到列车上去，把这个随身碟把那个我们派班的资讯插到我们列车上的系统，然后就开始运行。那运行的时候，这些资讯是跟地面是一个隔离的。它等于是一条船在大海里面航行以外的类似这种状况，我们地面上是不知道它的列车上的一些状况。然后到结束营运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列车上的所有的资讯用一个随身碟抠下来拿到地面系统上去，做一些事后的统计分析。这个是目前的系统。那有了这个5G 的导入之后，我们就把地面的这些派班的事情、营运的资讯还有一些我们甚至还有集电工的一些影像，其实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得到集电工是有个摄影机在拍的，那我们透过5G就是把这些事情把这些资讯都整合在一起。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系统所做的事情啊。那大家看得到，这个是列车上的一个列车的一个 panel 哈。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ATP 啊。那这个是台铁第2车厢啊，刚刚那个是第1车厢啊。第2车厢上面就是有一个集电工，那上面还有一个 camera， 随时在录那个影像。那录起来就放在车上，大概是这样。那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呢，我们这个系统就是在第1节车厢，我们就有一个 ATP 的 monitoring 的一个 gateway，
然后收集这个 ATP 啦，所谓 ATP 就是列车防护系统的这些所有的细节的资讯，随时就把它传到我们的地面的 AIoT 平台。那我们这个第二节车厢的这个影像，随时在做 AI 的一些异常的监测，一有异常的时候，我们就会传到地面的这个平台，把影像也一起带回去，这样子所以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系统，我们达到这些功能及时警示，我们能够做分析我们能够有正确的资料。那其实我们神通资科这边花了很多精神在做所谓的 AIoT 的平台，那也把它用到我们这个轨道列车的监视上面那大家都知道 AIoT 这个平台就是有一些 data warehouse 嘛，能够做一些BI 的一些分析嘛那其实我们除了去建这个平台之外，我们其实花了比较更大的功夫去再做一些工具就是我们的 data warehouse 的建立，我们希望有一个 no-code 的一个工具，来让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去做 data warehouse 我们可以用 no-code low-code 的方式，可以去做一些 BI 的一些统计。那我们甚至于在开发我们所谓的 AutoML，让一些不懂 AI 的人也可以去做一些 AI 的训练跟模型的建立，然后可以做一些这个异常的监测。那所以搭配着我们的数据汇流的平台，加上我们在列车上的这些防护的这些 gateway， 我们就构成了我们这一套的系统所以这一套系统，我们除了这些统计分析以外，我们还有一些运行的分析，我们的行为的统计分析然后我们的一些异常的 prediction 就都可以能够做得到。那以上就是一个简略的报告了。我们是觉得说这样的一套系统，我们这个只是第一阶段了我们可以更扩充做到更广的应用然后除了这个 ATP 的监控集电工的监控，其实这些影像的监控像刚这个讲到的这个捷运的这个系统，其实也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了那我们的效益呢？第一个就是刚刚大家有讲到了就是推动国产化，因为我们的软体、我们的硬体都是国产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侧进我们的轨道工业的软硬体的整合因为以前大家都比较偏重硬体嘛，那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抛砖引玉啦，让大家能够对系统跟软体更加投入、更加重视那另外就是我们导入 AI， 我们在这个应用案例可以看到 AI 的一个成效是很大的最后我们希望来更加呼吁我们的系统呢更加重视我们的资料跟界面的一个标准化的制定，在轨道工业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以上我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沈允这个许家华资深经理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些设备都是国产化的这样子。谢谢。谢谢Ken副总。好，我这边来自于是我们这个 MyTech 集团的神云科技那我们负责在这个5G 台铁专案里面，我们负责是在列车的硬体的这个设备方面的这个解决方案我想问大家一下，因为我们是做硬体方面的，其实我有一个职业病就是说在坊间比如说我看到那个 ATM 在修理的时候，我就会透过去看 ATM 里面到底长什么东西到底放怎么样的电脑。这个贩卖机在维修的时候，我就凑过去看贩卖机里面到底放怎么样的东西
我是想问问看大家在座的还是在网络上观看的这些同业，大家有多少人看过在火车上里面用的电脑到底长怎么样子？它需要怎么样子的一些设计还是功能，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实时的监控，然后能够确保大家这个安全的这种没有出错的这种等级的这种设计好，所以我接下来大概3到4分钟，很快让大家看看到底火车上我们每天要坐火车的这种里面的电脑到底长什么样子，大概就是长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神云科技，我们从这个云端到地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硬体的这个解决方案。那这个系列是我们这个在嵌入式方面能够做这个 AI 运算然后这个应用的这个产品系列那接下来，其实刚刚我们的这个陈副总讲到，我们在火车的第1节车厢，我们会有这个 ATP 的这些这个列车的防护的这些资料需要收集，然后在倒数第2节车厢，头尾的倒数第2节车厢有这个集电工方面这些影像需要去做这个 AI 方面的这个推论，所以我们这边就跟神通这边合作，我们这边提出的是2个产品的这个解决方案。好，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是长这样子，火车上的电脑就长这样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好，那其实它还是需要很好的这个运算能力为什么？大家想想看，里面需要做到运算，需要排程，可能需要做到这些很及时的这个火车里面这些周边系统的控制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业界少数能够做到这种嵌入式系统，把 Intel 这一种很高阶 Xeon 等级的这种算力的东西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设备里面那另外一个是火车里面需要什么？它需要串接很多的这些周边设备，像在这次台铁5G 这个应用里面，我们需要干嘛？我们需要接很多的影像 camera， 所以我们这一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这些 这些 I/O 模组，我们可以扩充到很多，比如说可以最多接到10支的这种 PoE 的 camera， 我可以在头尾车厢，甚至在车内，我都可以做很多的即时的实时监控。好。那最重要的，我们在车厢里面要去做这个集电工的这个影像方面的辨识，我们当然要有很高速的这个 AI 的算力。我们这边搭配的是用的是 NVIDIA 这边的这种 Core Duo 高阶的显卡。那大家知道这个显卡都非常的热啦，它有一定的物理极限，很难说真的可以做到一个无风扇的系统，在火车里面把它关在一个车厢车体里面，它可以做到无风扇，又能够解这么高的热。或者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设计上的巧思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把这个高阶显卡放在里面，但是又可以做很好的这种主动式的这种热流的设计让它能够还是确保它的稳定性跟它的效能。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前面都是看 performance 这边才是最重要。是讲什么？我们讲就是耐受性。其实火车大家知道要用的里面的这个供电设备，它用的其实不是什么一般的12伏、24伏，它用到可能是48伏、96伏、110伏等等这种高电压所以我们这个设备一定要是能够宽压的一个设备，那还要宽温。为什么？大家知道，比如说欧洲的，台湾可能还好，欧洲的火车你可能要跨境，跨很多的国家，可能到这个上山可能下海，可能过山洞所以这个温差在同一条路线上面，其实温差是很大的。好，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设备，不是只有我们讲英文说不是 service deep 它不是这种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其实它要过很多的一些安规的要求。大家知道，这个火车其实最普及最强的国家应该是欧洲欧盟这边所以欧盟定了一个很严苛的规范，叫50155。所以我们这个东西要能够过50155的这样子的一个安全规范那里面又含到了很多指的这种指令集比如说在这个 EMC 这个电池耐受干扰方面要能够过这个50121，然后在防火等级45545在这个温度方面这个60068，然后在这个耐震动方面要过这个61373等等这些，其实这才是真的最难的地方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看看，在台湾其实业界很少人真的有办法去做到一个这样子嵌入式的一个设备，能够去过这么多的这个安全规范所以这主要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这次这个台铁5G专案里面我们跟神通合作，他们是云端方面的专家 ，AI 方面的专家，我们在地端能够确保我们这样的产品绝对不会出问题。好，那刚刚讲到我们在首车厢还会有一个 gateway， 这个 gateway 就是来收集在这个前后车厢里面这个 ATP 的这些资料那我这边就不特别详述了，这个东西就小小的，它是一个 gateway 的这种功能。好，那里面当然它可以放一些 VPU 的这个算力的 AI 的推论的显卡，能够做一些这个5G， 最重要的是5G 的这个模组化的这个安装能够把这些资料实时即时的能够传到云端。
好，那一样的哈，跟刚刚那个大型的这个 AI 这个推论的这台系统一样，这台当然也是要能够做到宽温、宽压、耐震动等等，这个是最基本在火车方面应用的这种电脑所需要的这些要求哈。好，这是我最后一页哈，我想说这次台铁5G 这个专案哈，我们这边跟神通合作，我们一边是 IT 方面的专家，一边是 OT 方面哈，我们这个30-40年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经验哈，我们这样子的携手的合作。那在业界大家都说我们 MyTech 这个集团是神字辈的所以我最后用几个跟神有关的这个 wording 做一个很快的总结所以在这个台铁5G 的专案里面我们这个 OT 方面在地端我们有这个神乎其技的这个硬体设计，在我们的 IT 的云端有我们这个神通这边神机妙算这种 AI 运算方面的这种这个云平台。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这个这个业界的，就是说我们集团内部自己的合作能够把这个又做到一个全神贯注的这种效益。然后在台铁5G 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希望就是说5G 加上 AI， 然后把它放在这种铁路的即时监控系统里面，然后扩散到台湾各种铁路安全的设备这个领域里面。那希望从此台湾的不会再有普悠玛这种事件从此台湾的铁路安全都若有神助然后永保安康。好，谢谢。好，谢谢，再次感谢2位的精神分享，谢谢神通的陈习玉副总经理以及神韵的许家化资深产品经理，谢谢2位，请各位2位回座。好，接下来我们的成功案例分享的最后一个呢，是锁定在5G 智慧杆，这个也是在智慧交通里面非常重要的项目。我们欢迎人保电脑范刚明副处长以及思纳杰科技廖贤文经理2位上台为我们进行案例分享，有请。这是下一页上。王会长、资通所徐主任、各位业界的前辈先进，大家好。我是人保电脑代表范刚明，在我业界先进，大家好，我是代表思纳杰科技的产品经理，我姓廖，叫廖贤文。大家好。今天就由人保电脑跟思纳杰来分享我们在5G 智慧杆系统及多应用方面的一些成果。那借由这个机会呢，也希望抛砖引玉，在这个5G 的产业上面，除了刚刚各位讲的应用以外，5G 的基础建设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商业的机会，借由机会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就先坐下来。其实5G 智慧杆呢，常常会跟这个智慧路灯有些联想。好，所以路灯呢，从14、17年英国的这个市长要求每家挂灯笼开始，到现在已经快600多年了那从一直演进到1839年，从爱迪生发明了第一颗白炽灯泡开始，到现在，这个路灯的形态有各式各样的形态，从传统的白炽灯到现在很多 LED 路灯，在很多的智慧城市的基础建设里面，常常把路灯设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施。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路灯，它有了基本的电力设施。它有了基本的网络设施，特别在智慧路灯年代，以及它是在智慧城市里面部件密度最高，而且它的分布范围最广的基础设施。那各位会想到说，那智慧路灯到底跟5G 有什么关联？5G 走向更高频的世代，它需要的是更高的部件，才能够满足4G 时代各位所享受目前有的服务。有调查显示，5G 的基地台的部件密度大概要比4G 的基地台多到4到5倍。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找更多的地方来布建5G 的基地台。各位在行走在路上或者高速公路上，各位都会看到基地台可能是有一些伪装的装置，它可能放在大楼顶端，它可能也放置在墙面。但是呢，有些基地台它为了能够让服务的范围更广，它把它布建在所谓的灯具上面，灯杆上面或电杆上面，那也就造成了5G 它需要更多的基地台部件的时候，就结合了跟智慧杆、智慧路灯这样的商业机会出来。那各国政府也看到这样子的趋势，我国的政府当然也认为5G 在国内的产业做一个推动的这个角色来说，在技术处、在工业局、在工研院也发展非常多相关的这个配套的措施，那也辅导了厂商做了这样子的5G 智慧杆的这样子的发展。那
可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我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或者是路上有非常多的路灯，那路灯附挂呢，可能可以在画面上看到会是这一种非常多零碎杂散的装置。那既然我们有机会做5G 的智慧杆、5G 路灯，那各县市政府跟未来各国政府也会在路灯上面做淘汰。有没有一种装置可以把这些所有可能用到的设备，不管是照明，不管是交通，不管是生活，不管是5G 通讯，都把它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式的杆体的设计？这是我们这个计划在执行中最主要想要达成的目标。所以在今年即将发布或即将公布的这个由经济部标检局所制定的5G 智慧杆标准里面提到了路灯的形态大概有这3种。那我们这个计划呢，搭配斯纳杰这个杰出的公司，我们预计做2种智慧杆的这个示范，分别是有所谓设备箱的跟没有设备箱的这个智慧路灯。那我们请问5G 放哪里呢？就放在路灯上的顶端。好，那我刚才提到有国内的政府，那也有业界，针对5G 智慧杆呢，有不同的组织在推动，包含了政府单位有经济部标检局，在国内呢有产业联盟，所谓的5G 智慧杆标准推动联盟。那人保当然也是创始会员之一，我们也看到这样商机。那当然在和硕的童子贤会长的领导之下，那也让这个联盟在制定规范上面跟标检局有非常多的交流，以及非常多的这个忠效出来。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呢，想要达成目的，就是借由5G 智慧杆标准联盟联合业界厂商的能力，以做出符合国家标准的智慧杆。这是我们这个计划里面最主要的目的以及示范。那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呢，跟国内外各个系统比较里面，其实非常多国外的，譬如说灯具的厂商，像各位讲飞利浦啦，或者像这个能源管理的厂商，像这个上面提到的能源公司，也都发展类似所谓的智慧杆、智慧路灯，不过各的面向不同哈。那我们比较更强调的是在5G 以及这个一致性的管理平台上面。那我们对标像北欧的 Nokia。也连同他们在美国的 Nokia Lab 所成立的这个5G Oxygen 的 5G 这个 project 也做类似的事情，但我们更强调是国产化、国产产业链的这个培养、国家队的培养。那在我们这个计划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特殊的是，各位可以想象，如果未来一根杆子里面放了10来个不同装置，怎么去管理这些装置，就需要有一个一致性的管理平台。那这是由我们的合作伙伴斯纳杰，国内非常杰出的 AIoT 管理平台专家、AI 智慧管理程式的专家所联合我们人保一起所置入的5G 智慧杆系统。接下来我请廖贤文经理帮各位做介绍，关于这个一致性的管理平台。OK。好，那因为我想随着世界那个技术的演进，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那一开始早期像他说的，一开始是为了道路照明而产生路灯，那可是随着技术的演进跟人类的发展需求，所以原来只是要求有，现在应该开始要进入所谓的好的阶段。好，那我想现在就刚才有提到说，看到我们现在的灯杆或电杆上面附挂很多设施，其实都为了做所谓的一些 IoT 物联网资料的收集应用。那但是因为这个需求是来自不同单位，建制来自不同单位，各自在管理上、营运上都遇到蛮多的营运上跟管理上的困难，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其实说希望透过我们的标准联盟、标准局订定的这些所谓的产业的智慧杆的标准，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有系统化、有标准化的智慧杆。那不管未来在所谓的设施的建制、营运跟未来的资料的应用，大家才有一个遵循的标准，而不是说各自为政。那其实这个一开始可能大家只先求有，可是后面可能管理上会是一个大灾难。所以这个在以这个专案的目标，我们希望依照我们标准所定定的一个标准，我们打造一个标准化的智慧杆。那未来不管在这个上面的设施的建制、安装、维运，都有一套标准可以做遵循。好，那这个是从今天所提的所谓的垂直应用整合。其实从所谓应用整合一路从最前端的端的部分，包含有设备端，中间有网络端，然后后面有一些平台跟应用端，其实横跨所谓的很多不同的领域。那每一种领域都有专业厂商在做一些开发、整合、应用。
那只是说以前在这个应用上，大家都是各自做各自的。那随着所谓的大数据的分析应用，它其实已经需要跨产业、跨应用来做一些数据分析。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打造一个一致性的管理平台，把这些可能从最端到网到应用端，可以做好的串联跟连接，让这些未来的包含应用加持会更容易、更顺畅。这当然是我们的目标。那这个架构，大家看到传统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所谓的有的阶段，因为我们前端有很多的设施，现场可能有很多感测器，包含摄影机、环境空瓶，那这些可能就来自不同的需求单位，有可能警政单位，有环保署单位，那其实这些所有设施都装在什么？现在都装在路灯灯杆上面。那谁来建？各单位各自建自己的东西。那大家都要什么东西？大家需要电，大家需要网络，各自做自己的东西。所以同样一个杆上，来自很多不同的设施，来自很多不同的需求单位，大家都重复投资电力的建设、网络的建设，其实这是以后不管维运上也都是蛮困难的事情。这是现在目前大家遇到一个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打造一件事，就是说，当大家在同一个杆上要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可以帮大家把这些设施做良好的串接。同一个杆上，我可能只需要建置一个摄影机，我只需要建设一个环境感测器。那这些的数据都透过我们的应用网，我们的联网的应用平台，一致性的把它收集起来以后，那透过一些资料的交换，透过我们现在联盟或标准局定的标准，跟未来的应用平台做一些借接跟资料的交换的动作。所以未来不管在设施上的建设、管理跟应用加持期，都比较容易做到比较好的一致性的管理跟应用。这是大概是我们期待我们在这个平台要达到一个目的。那因为也过去我们累积了那么多的不同的案场的建制经验，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串接的感测器超过500多种以上。我想这是我们师大街本身蛮自豪的部分，是因为我们在过去在我们业界的经验的累积，其实我们串接很多的设备，而且包含一些业主帮他做一些应用加持，这个是我们在过去的一些经验。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踏入所谓的智慧杆的标准化跟建制的一个 know-how， 这是我们的优势。好，那大概从这个平台上，大家看得到，是我们的核心其实就是主要是串接现场一些不同的感测设备，不管是来自通讯是走有线、无线，我们透过我们的一些标准的通讯方式，接接到我们应用平台以后，我们包含做一些设施的管理，包含它的API 的借接，跟设施有没有什么一些异常诊断，因为其实是未来设施建制好以后，你怎么去管理这些设施是非常重要，不是建完以后就不管它，因为建完以后不管它，那你第一个你资料准确度就会有问题。你设施维运就会花费很大的成本去管理这些设施，所以我们平台要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在应用端，我们就有2个不同的走向，就一个是如果我们是搭配一些大的系统商，他们在各自领域有他们的 know-how， 那我们就把这些资料直接串接借接给他们去做一些价值深入的大数据分析。那当然有些应用领域，它可能是比较属于终端业主，它可能是单一工厂，它可能没有能力去做这些应用的开发。那我们已经打造一些既有的一些应用方案服务，给他们直接做选择的应用跟搭配。那后面这就是一些实际上我们在平台上可以呈现应用跟界面给大家做一些参考。这包含不同的应用，包含有水质、马达、一些电源的监测、空品监测、路灯监测，大家都是在我们平台已经 ready to go 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的客户端他其实没有能力开发这些应用系统，我们的东西已经是 ready， 可以直接提供给他做一些应用跟服务。这大概是一些我们已经好的一些方案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好，那最后我们就希望打造一个我们的平台，是一个负责协助大家做一个 infrastructure 的建制。那如果客户端有应用的需求，我们一样可以把资料串接给他，或者帮他打造一个专属的应用平台。这大概是我们师大街的一个目标。好，所以刚刚讲的是平台，我想5G 最重要就几个构面，第一个是基础建设的建立，第二个是数据的收集，再来就是资料的应用。所以在人保在这个项目上面呢，我们预计选用就是在亚湾区这个地方做5G 智慧感的示范。在亚湾区里面呢，我们会建构数量为数不少的这个智慧杆，在里面呢，我们会使用这个5G 的联网做成这个5G 的网路。另外呢，在智慧杆上面有各式的数据收集，我们利用师大街的管理平台收集这些数据，产生给局处可以使用的决策应用资料，以及最后我们也会在智慧杆做现在的 EV 充电的智能服务。除了
这个之外呢，跟智慧交通，我想在铁道的部分呢，刚刚有神云、神科聊铁道，其实我们人保也参与了交通部的另外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里面呢，我们预计在铁道里面做了 V2X 的应用哦。那 V2X 部分呢，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至少是 3GPP Release 14现在所说明的所规范的3种应用，包含的 V2I、V2P、V2V 的应用。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再迈进 V2V。各位可能就知道，在平交道有非常多可能发生的事物。在铁道，在国内的铁道里面呢，总共有419个平交道。419个平交道，如果要使用影像上传这些技术，在需要多的影像、高延、低延迟、大频宽影像的时候，需要透过5G 的方式呢，利用它的特性做些影像传输。这也是在我们这个项目上面呢所执行的一些效果。这个在目前应该是在莺歌的尖山埔平交道做示范。OK，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说明，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聆听，谢谢。好，非常感谢2位在我们第6场的成功案例分享，先请2位回座哦。那么我们在台上呢，要稍微重新布置一下，等一下座谈会所进行的座位，我们请共同人协助一下。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先前的专题演讲跟这6个成功案例，我想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在高通的总监他所说的这个未来的方向呢，其实是多面向的。5G 的应用可以是无远弗届的，包括毫米波啦，包括边缘云的计算，包括 API 的扩充、电源管理、自驾车，乃至于整个智慧城市的开展，都非常非常有前瞻性。也希望各位厂商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好，最后呢，我们剩下的时间呢，就来进行一场综合座谈。我们邀请6位厂商代表再次的步上舞台。首先，我们欢迎国众电脑汤惠刚资深副总经理，神通资料的陈习玉副总经理，人保电脑范刚明副处长，和硕联合科技王丁允处长，鸿富网肖文贤协理，以及大同世界科技陈玉红副总经理。那么我们这一阶段呢，邀请到的主持人是工研院资通所许东阳主任来上台，我们主持这一场座谈，时间是15分钟。我想有可能是一点不太可能任务，不过我们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的许东阳主任来我们做协调以及主持。我们是掌声一下，欢迎主持人以及6位与谈贵宾，有请。Hello， 大家好，我今天很有荣幸，就是说受王会长稍微讲本啊，好，王会长邀请来做这个主持人哈。那我在这里，我非常的感谢王会长，还有我们杜总干事哦。其实3年前就是在一个这个 TCA 有一个 SI 小联盟这样子的场合呢，我有机会跟各位业者分享这个5G 企业专网的发展趋势哦。那这一路走来，就是开始跟我们 SI 业者还有这些设备商一起在做这个，不管是设备的研发或者是服务的研发。那到这个2020年，台湾这边释出5G 的一些频谱执照之后呢，开始开花结果，所以我很高兴今天看到说各个业者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都有这样子的非常好的成果。那我想大家应该都意犹未尽啊。那接下来我想说，我们就是利用几分钟的时间，那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呢，我们今天讲的智慧制造跟智慧交通这两个议题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家都要运用5G 的一个什么特性，就是大频宽上传的特性，就是把很多的影像往上传。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跟在企业专网跟这个商网的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平常一般用户就是现在就是追剧，不是看 Netflix， 最新的看 Disney Plus， 这些都是下传。可是，在我们企业应用里面，就是把大量的影像资料上传，然后透过5G 的边缘运算去做一些分析辨识，然后去 take 一个 critical 的 action。那所以说，虽然在商网现在找不到5G 的 killer application 可是我相信我们其实在企业专网其实已经找到一个很重要的 killer application。好，那除了说在智慧制造啊，还有这个智慧交通的应用之外呢，其实在整个应用领域里面，还有几个很重要的领域啦。一个就是这个智慧医疗，
智慧医疗。那在这个会议之前呢，我有跟几位这个业者聊了一下，那看起来在国众电脑这边呢，还有这个大士科这边，对于智慧医疗都有一些琢磨哈，不管是在偏乡啊，或者在一些远距诊疗。那我想先请这个汤副总来跟我们分享国众在智慧医疗的一些成果。主持人、会长、各位来宾，大家好。很大因为其实5G 的应用，各位可以想一下，其实它就是个3大特性。你只要能够符合这3大特性，你以前不能做，你就可以做。所以其实它可以应用到每一个地方，只是你以前有没有想到或要不要做而已。各位想一下，我们以前3G 会有网红吗？不会的。4G 之后才开始有网红，可是有网红之后会有直播，马上线上给你互动，然后有大哥可以马上就可以打赏吗？不会嘛。等到有5G 的时候，他不止在座位上打赏，他可以走在街上也接受打赏。那医疗是不是这样？是。我们的医疗其实最珍贵的是什么？最珍贵的是医生的培养，不是那一台达文西开刀设备。所以有了那一台开刀设备之后，我们现在在哪里？其实那个医生还是在病人的旁边在开刀。那可是当我有5G 的时候，将来会不会变成他距离3000公里之外帮他开刀？因为他就可以达到这么低的 latency 了。刚刚有跟各位报告，我们在做 AI 判断的时候，它其实在 server 那边只要2个 millisecond， 它就可以判断完所有东西嘞。所以就是说我这样子判断的时候，我的影像的传递速度够快，然后我的传达操作可以更快，然后我整个你可以看医学里面有包多少的设备，所以我的专业医生可不可以隔着200公里，我就可以去判断拉拉山上的病人他的眼底图，他不用来。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像我们这种年纪，大概会看到眼睛哈。现在因为白内障或各种眼睛病变很多，就这种就是这个问题。那眼科医师非常少，你要跑到眼科，大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没有3个小时是看不到医生的。然后你等了3个小时，医生只看了你一下子，大概3-5分钟就说啊，你没代志，3个月以后再来。所以你3个月的时候又再来一次，所以你会发现，那这种那边乡的怎么办？我好不容易到台北了，我当然是先看3高嘛，怎么会看眼睛呢？因为眼睛其实是最不容易，它其实不会喊痛的，所以智慧医疗，所以我们长庚医院也研发了很多，就包括诊断的时候直接用 AI 判断，然后开刀慢慢开始会找上这种，然后包括因为新冠的关系，我要远距，我尽量不要跑进 ICU 里面，我不要跑去那个看护病房里面，我就可以在外面就可以去操作一些仪器，因为可能是那个流量的调整。那以往的来说，你就会很麻烦啦，而且因为人事的关系，我透过萤幕、透过操控，我就可以一个人看更多的人，再加上智慧肠的应用，那这你看每一个都智慧的话，是不是连线的设备越多，那就变成有大连接了。所以其实是你有一个应用之后，你就想到另外一个应用，就会开始慢慢越来越多。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好，那汤副总其实讲的就是远距问诊嘛，哈。那这个我们在传统上中国叫做隔空抓药，隔空把脉，这个利用5G 来实现。好，那现在请大士科的陈副总来分享一下你们也是在智慧医疗的一些应用，谢谢。大家好那事实上其实就诚如汤副总所说的那个，我们当所有东西都可以连上网，其实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应用会出来。那其实接下来当5G 普及之后，其实我们大家想个问题，其实接下来我们的人类呢就面临一个问题，应该说一个以前不会想象到的事情，就是你现在所有的生理的讯号，你不管你的心跳，不管你的血压，不管你的血氧，不管你在如果今天不幸在医院，你的所有的这种量测，其实是可以及时被统计、被分析，然后被拿来应用的。所以这是5G 对于医疗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今天像大家可能都有戴个手环，都有可能戴个智慧眼镜。在过去其实是很难想象，你怎么样去知道一个人的健康？你只能够说偶尔去医院，你量测一下你的血压，量测一下你的心跳。可是，在5G 普及之后，这样的量测会长时间连续，然后可以去做前后期的比较。换句话说，在医疗的应用会发生一个很底层的更改。你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是
有问题去医院看病，但是将来呢可能会倒过来，因为透过一些资料的收集，我们可以从医生去看你整个的状况，然后主动告诉你说你可能会有些问题了，要不要来检查？所以这种仪器的资料的收集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大师哥也是希望说，在这一块能够先去做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够去做这样的准备。那诚如刚才有一位来宾也讲到，很多资料的这种收集呢，是要透过标准才能够让整个资料收集变得有用。那我们也希望说，整个医疗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能够走到一个 FHIR 的标准。那这个 FHIR 的标准呢，是一个国际的标准。那这个标准之下，就可以做到说，所有人的这种医疗的资料都会去共享，然后去分析。那后面的这种所谓的大数据也好，人工智慧也好，才会真的有用武之地。这是我的分享。好，谢谢陈副总哈。那我这个 summarize 一下，其实我们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可是里面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大数据。那5G 其实还有一个特性，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然后就是所谓大连结的特性。那未来我想每一个人的大数据这样整个接起来，那这个一平方公里就不知道有几千万几亿个这个 device， 这个是比较我们未来有机会去生活的一个未来5G 的世界。那在重要的5G 应用里面，其实还有几个我想说很重要，应该是属于娱乐这一方面。娱乐这一方面，我们知道说，像人保啊，在这方面有蛮多的投入，因为它有这个 VR 眼镜，还有一些5G 的终端很多。那我想请范副处长来介绍一下人保在这个智慧娱乐部分的投入，谢谢。谢谢主持人。人保在这边其实对各位印象中，人保都是做设备、做代工。但是在5G 的这个浪潮的推动下呢，人保也在积极做数位的转型，包含各位刚刚看到我们在5G 智慧肝系统的发展，包含我们在这个智慧交通。那在智慧娱乐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一向看好，因为娱乐其实它刚刚在富宏网的这个说明里面也提到智慧展演、智慧场馆，它需要非常多的5G 的5G 的特性里面高频宽、低延迟。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大连结的需求。那人保这边在设备上面，我们使用了高通的这个 XR2 的眼镜，这个叫智慧眼镜平台，开发了我们的 AR 眼镜。那也应用在刚刚高通介绍的这个台湾的半导体厂做这个所谓的智慧巡检。那眼镜不单单只是用在这个智慧工厂，当然智慧娱乐场馆部分呢，我们在2020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国家音乐厅的展演厅里面做过了 VR 沉浸式的这个示范。那我们也在未来的几个重要的场馆里面，搭配了我们各个业界的这个伙伴合作，包含了很重要的一些国内一些新创，做这个3D 建模的新创，做这个数位摄影棚的新创。那他们有技术。人保有设备，人保有5G 通讯，结合他们的通讯，结合他们的这个影视技术结合人保的这个通讯技术，结合了我们使用了国外这些平台所开发的这些设备，能够创造出刚刚在邱会长一开始提到智慧场馆这部分的应用。当然，场馆部分呢，各位看 NBA 最近 NBA 刚刚我才看到讯息，这个。勇士队又赢了哈，NBA 里面非常多智慧场馆的应用呢，其实都有5G。那里面非常重要的5G 的供应商呢，网络的供应商就是思科。那人保跟思科在这个智慧场馆上面也有在布局、在合作所以从智慧的应用上面来讲，人保结合自己设备的能力、通讯能力，也希望跟国内的非常多的业者新创。结合他们的能力跟应用呢，来在很多5G 的垂直应用平台上面，那跟联盟的这些前辈们合作，看看能够创造新的商机跟机会。谢谢。好，谢谢范副处长。那5G 的应用里面还有一个是跟我们台湾很有关系的。我想台湾在中南部有很多农渔业的业者，那相信在这一部分呢，5G 应该也可以帮上很多忙。好，那我们现在请这个富宏网的肖协理来分享一下您的经验，谢谢。
各位产业先进好。那互网网的话，就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哦，就是说大家除了所能想的话，在我们的工厂或者说在刚才的智慧交通还有智慧医疗，其实我们都有。那比较特殊的话，是我们应用5G 的话，在整个智慧的农渔业。那这个比较特殊的案例的话，它是在养殖业的话，怎么去做到防疫的检查哦？那它的目的就是说，怎么及时去检测到畜牧业的话的温度，利用 FLIR 的热像仪去感觉到是不是它的猪只或者鸡只会不会群体因为造成一个疫情而整个成群体的一个死亡，那它要减少整个这个因为疫情或者的影响，所以说的话，我们就利用了5G 结合热显像仪去把它整个机场所有的分区去看每一区的温度，然后及时监测到每一只鸡只，看是不是有问题。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在告诉我们说，在5G 应用的话，除了它的特性不只是说应用在整个算是智慧生活，而且它可以应用在我们包括在养鱼殖渔业上面的应用。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智慧分享。好，谢谢富宏网肖协理。其实5G 对于这个农业、农渔牧这样的加持，其实我把它想象成未来是不是有无人渔业、无人农业这样子的应用？这样子就是让未来是科技人在做这个农渔业。我相信产量一定会倍增。那接下来5G 的应用里面，在这些 Top 10的应用里面，其实我们还有看到一个是跟公共安全有关系的。那我们知道说，神通这边一直跟政府的一些公共服务的专案一直有一些在琢磨。那我想说，请神通的陈副总也分享一下这部分的经验，谢谢。我想我只是提出一个发想那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我们2年前、3年前我们的所谓的台北的那个跨年晚会都一直都是人潮济起那每一个人都拿着手机那我在想说明后年如果说这个状况又恢复的时候，我们在这种人潮济集的这种场域，我们要怎么样来执行我们的警消的一些巡检的一个动作了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那个脸部辨识这种生物特征的辨识是已经很成熟了那我们的这些人的特征的资料库都是在后台很大的一个特征的资料库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人潮济集的时候突然间要去巡检去抓一个犯人那在这个手机这么多的一个连接这么大的一个状况之下，我看就是要5G 的应用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在准备这个未来这个人潮可能在聚集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个消防的巡检这个怎么样来应用这个我看是应该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应用这样子。好，那谢谢陈副总那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我想说最后就有一个问题，那我把这个和硕呢留在这个压轴，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其实这几年来5G 一直很夯，那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是所谓的低轨道卫星非常的热门那以前的卫星呢，从这个同步卫星在运用上面，其实就是做一些通讯那遥测等等这样子的应用，那很少就是说一些应用能够落到一些民众的身边嘛因为低轨卫星的通讯卫星的兴起，让这个通讯的成本是降低了，所以呢，未来我们这时候在座的这些企业系统整合公司一定会碰到，所以我的客户跟我讲说，他希望某些应用服务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卫星来做传输。那这部分我想说请和硕王处长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上面你们的经验，我们知道说你们的东西已经开始
开始在走，透过卫星在做一些应用嘛，好，谢谢。谢谢徐主任。我想在这边分享一下和硕最近在做的卫星跟5G 的整合。那这个缘起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跟微软、跟声波，跟消防局这边有一个讨论。他说，自从921大地震之后，这是10几年前的事情，经过了10几年之后，有一个问题永远都没办法被解决，也就是说，在921大地震发生的当时，全台都大停电，所有的通讯都是中断的，所以所有的讯息可能都要透过人力的传输，跟回到几百年前是一样的。那我说，消防局跟警消不是有你们的微波系统吗？那这个微波系统不是应该是很 reliable 的？他说，平常是的，可是921那一次，因为没电，所以所有的微波基地台也都是瘫痪的。好，所以他们一直在问说，怎么样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好，所以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讨论，我们跟声波跟微软就是讨论如何去解决一个 fundamental 的问题。那我们就找上微软的太空团队，叫 Azure Space。Azure Space， 他们跟非常多家的卫星业者来合作。那所以我们透过整合 Azure Space 的系统，还有5G 基站，来提供一个随时可以移动的通讯的 solution。那这个在今年的5月11号 ，Intel CEO 在 Intel Vision 他年度大会，跟他全球的供应商跟他的客户，也 announce 的一个东西，和硕采用 Intel Server 的这样的架构，一个很小的2U 的一个基站，可以很快速的10分钟就可以去部署一个移动型的5G 基站，让任何需要通讯的地方能够得到快速的通讯。就像每年像去年中国的一个大水灾，在美国东岸每年都有飓风的侵袭，特别是他们的中部，他们的龙卷风只要一扫过，所有的电力都是中断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Intel CEO 说，这样子的一个5G 的 solution 非常有可能是我们下一代最重要的通讯系统。好，那以上跟各位分享和硕在卫星整合5G 上面的一些经验。好，那我相信说大家对于5G 企业中软应用的期待一定是，我相信说现在跟3年前比，3年前还在想钱不知道从哪里来了那这3年来其实政府有一些支持协助，那我看到业者也是很积极的在拓展一些商业的应用。那接下来我想就是在拜托王会长未来再继续帮我们加持，那让我们业者的这些网通厂还有 SI 厂商能够更加发挥所长。谢谢。好，谢谢我们主持人以及所有的贵宾。我们现在最后呢，是不是邀请主持人以及6位贵宾一起起身，然后我们中间舞台上一起进行合影留念，好不好？王会长，您在现场要不要一起合影啊？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我们与台的贵宾，包括有国众电脑汤慧刚资深副总经理，神通资科的陈习玉副总经理，感谢人保电脑范刚明副处长，和硕联合科技王鼎允处长，富宏网的肖文贤协理，以及大同世界科技的陈宏玉副总经理，感谢6位一起参与语谈，也谢谢工研院资通所许东阳主任的主持。那么这次呢，我们也代表台湾5G 垂直应用联盟会长在我们正中间从2019年9月成立启动之后呢，这2年多来，代表的我们所有的5G 业界一起为政府来进行发言，包括企业专网 ORAN 的一些政策研究，也积极的在 AI、AR、VR 方面呢创新研发，也提供了很多的示范场域。也感谢所有的与会会员呢，一起在这2年内的共襄盛举以及努力。希望各位还继续支持我们联盟的各项论坛活动，希望能够群聚效应，强强联手，发挥纵效，最后能够整合输出，创造新的经济动能。再次感谢我们线上以及实体所有观众朋友，还有现场的贵宾、与会者、专家的出席。
我们今天论坛到这边圆满成功，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们有机会再会，谢谢。